这个老六一睁眼就发现自己变成了10岁小屁孩，手里还拿着一截染血的骨头。卧槽！我穿越了，还挖了弟弟至尊骨，这不是自己看过的小说剧情吗？不行，我得赶紧还回去，不然自己那主角老弟将来肯定会归来给我送盒饭的。然而才刚迈开小短腿，至尊骨就被一本书吃了。正当他一脸懵逼时，检测到宿主掠夺天命之子的至尊骨，成功激活元神书。只要宿主接受天命大反派的命令，元神书将解锁上古重瞳，附赠玉净瓶哦。重瞳本是无敌路，何须再借他人骨？这上古重瞳有多牛皮，他自然知道。不过狗系统，这玉净瓶有什么用？玉净瓶可以帮宿主自动吸收天地灵气，这无异于吃饭睡觉，就连放个屁都在修炼哦。一边是激活金手指，从此过上打脸男主的爽文生活，一边是回去送死，果断接受了这个反派身份。可就在这时，地面突然剧烈摇晃了起来。完蛋了，BBQ了！这么多哥布林，以我现在拳打幼儿园的实力，肯定是要变成一堆马赛克的。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耀眼的剑光从天而降，直接将无数妖兽轰成了马赛克。检测到前方有至尊级天命之子，宿主只要抱紧主角大腿，一般都不会嘎哦。陈长生这才注意到眼前的少年，他身后还护着一个11、12岁的小女孩。哼，也就是这小子身后有小妹妹，他才这么勇敢的抵挡兽潮，嘴上骂骂咧咧，身体却很没有节操的躲到了女孩身后。小妹妹别怕，我会出手。女孩脸上顿时写满无语，这是哪里冒出来的一个比自己还小的家伙？还有保护人，哪有躲在人身后的？这也算抱住了主角大腿吧？然而回过神却发现叶璇要被兽潮打死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，兄弟，你可是天命之子呀！你嘎了，我可怎么办呀？好在这时数道仙光从天而降，兽潮竟然在这仙光下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没想到竟然让老夫找到一个天生道体，老夫的传承有着落了。结果获救的叶璇根本不鸟他，而是焦急地朝叶灵儿这边奔来。妹妹，你没事吧？陈长生心里 MMP， 大骂着死妹控，结果身体却挺得笔直。叶兄无需担心，我把你妹妹保护得很好。叶璇被这老六的厚颜无耻雷得不行，那就多谢小兄弟了。而此时面前疯狂出现加分，天命之子叶璇的怨气值加999。陈老六在心里暗笑，嘿嘿，这货果然是个妹控，妹妹身边的一切异性都让他不舒服。紧接着又靠的叶灵儿更近了，果然怨气值从加999变成了加1000。这个老六顿时就有了新主意，一脸怪笑的跑向了剑圣柳白。老神仙，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建议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剑圣有些无语，自己看中的宝贝徒弟根本不鸟他，反倒是这个自来熟的小屁孩跑过来了。你小子有话快说，别打扰老夫收徒。前辈稍安勿躁呀，晚辈就是来帮您收徒的。臭小子，你若真能帮到老夫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说话的同时已经掏出一把天品宝剑。前辈有所不知，我这表哥天赋万中无一，已经有2、3个圣地有意收他为徒了，就连刀圣前辈也要收他做关门弟子。我靠，刀圣那老匹夫竟想跟老夫抢徒弟，随即掏出储物袋递给了小屁孩。只要你小子能让叶璇拜我为师，这储物袋就是你的。要知道这可是一个剑圣的储物袋呀，结果陈老六竟然拒绝了。钱财乃是身外之物，只要前辈答应带我一起去天界圣地，并且护我周全，那我就让表哥做你的徒弟。就这么简单？柳白当即就答应了下来，心想保护一个小屁孩有什么难的？那你凑过来，我告诉你怎么做，你这样，然后这样就行了。果不其然，在柳白提出要收叶灵儿为徒的时候，叶璇顿时就急了。不行，我妹妹只能跟在我身边。迂腐，你岂能因为自己的一己私利就耽误了妹妹的前途？可我们从小相依为命。不等他说完，陈老六直接一个巴掌呼了上去，众人顿时懵了个逼。这小屁孩这么猛的吗？而叶璇的怨气值瞬间就翻了1倍，而且刷新速度比狗坐着还快，再加上榜一大哥陈浩不断的1万加。恭喜宿主解锁元神诀，修至圆满，宿主将拥有世间最强大的元神，爽翻了！打天命之子的大比都还能爆装备，这种解锁方式真 nice 啊！回过神来，发现叶璇恨不得杀了自己，立刻换了一副面孔。可，你这个猪脑袋，我非要把你打醒！你妹妹去天界圣地，你就不能跟着去吗？叶璇顿时虎躯一震。对啊，陈老弟真是让人茅塞顿开。而柳白也按照陈长生给的剧本，说出了最终目的。看在你们兄妹情深，老夫就勉为其难，把你也收进天剑圣地吧。兄妹俩大喜过望，急忙对老头跪地感谢。此时一老一小都是心照不宣的对视一笑，嘿嘿，拿捏，果然叶璇这种莫欺少年穷的主角，脑袋都太直了，好忽悠呀！也就在这时，数道强大的气息降临在这里。我造，万古第一世家天南陈家，莫非他们也是来抢徒弟的？而陈老六则慢悠悠地躲到了柳白身后。前辈，刚才的收徒算成了吧？那你答应护我周全的承诺可要做到了。懵逼的剑圣点了点头，只是没想到刚同意就后悔。
因为一道恐怖的杀意已经锁定了他身后的小屁孩。逆死陈长生，把我浩儿的至尊骨还回来！柳白顿时就无了的大意，陈家出动这么多强者，竟然只是为了追杀一个10岁小屁孩。你小子到底干了什么天怒人怨的大事？没傻子，就有个缺德玩意挖了他儿子的至尊骨，嫁祸给我。柳白吓得虎躯一震，我的一个亲娘呀！挖了他儿子的至尊骨，这可是不死不休的大仇呀！而且这陈子林可是上一辈的万古第一天骄，见到谁都是乱打的，就算自己这个老牌剑圣，也不一定是他对手。而陈老六则继续摆出无辜的小表情。前辈如果为难，就把我交出去吧。之前的承诺我不会告诉别人的，毕竟这陈子玲战无不胜，前辈也未必是他对手。长生绝不能连累前辈被陈子玲打死。柳白嘴角抽了抽，怎么有种被人当枪使的憋屈感？出来混正的就是一个面子一口气，如果自己今天真的溜了，将来难免道心有缺。你小子在我身后站好，这陈子玲是强大不假，但是我柳白也不是吃素的。小男孩刚满10岁就遭遇族人追杀，只因他挖了弟弟的至尊骨，可他却一点都不慌，甚至忽悠剑圣给自己当了挡箭牌。剑圣柳白，你当真要插手我陈家的私事吗？本座既已答应长生小友护他周全，自然不允许你在本座面前杀了他。那你我就只能大战一场。陈子玲不由分说就激发全身实力，杀向了柳白。操了，要吃席了！此刻陈长生只感觉地府的孟婆已经替柳白盛好了孟婆汤。不过这老头要是真没了，自己肯定也得嗝屁。结果刚想到这里，陈家的其他人已经朝这边杀来。快活捉陈长生！只要老夫假装尽力啊，然后借机甩掉小屁孩，那就不算违约。柳白的算盘敲得噼啪作响，可一回头，却发现陈老六已经死死地抓住了他的宝贝徒弟。叶璇表哥救我！以天命之子打不死的属性，只要自己抱紧他的大腿，肯定死不了。柳白直呼好家伙，真是好家伙！老六呀，这要是任由陈家人杀过去，我那宝贝徒弟可就凶多吉少了。不得不一个瞬移再次挡在了陈长生的面前。陈老六感叹着好险，这老头想卖队友，再这么下去肯定要领盒饭了。于是长叹一声走了出来。二叔，你能否听我说2句再动手？长生小时候也是成天跟在您的屁股后面要糖吃的呀。想起小时候的画面，陈子玲也不由得心中动怒。你叫我二叔，但你挖浩儿至尊骨的时候，可想过我这个二叔？二叔，弟弟的至尊骨真不是我挖的。结果陈子玲挥手间就重现了陈浩被挖至尊骨的画面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话想说？我靠，亲兄弟你都下得去手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柳白再也不想管这小屁孩，正想将人交出去，结果陈老六决定不装了，摊牌了。我想过解释，可你们没人愿意静下来查找真凶，你们只想杀了我，杀了陈家的另一个天生至尊。众人不由得疑惑了起来，莫非这里面真有隐情？陈家的另一个天生至尊，你也配？可话音刚落，一股强大的气息从陈老六体内爆发而出，此刻众人仿佛看到老婆饼里有不会吧，不会吧，这陈长生竟然拥有上古重瞳，那他还有必要挖至尊骨吗？不可能，你身上为什么没有至尊骨？此刻陈长生的根骨被他看得清清楚楚，要知道至尊骨的气息根本无法隐藏，而老祖们都是老类重瞳。上古重瞳，这可是不亚于至尊骨的无上体质呀！我陈家终于要崛起了。柳白手里也是握了个大草，本以为今天找到一个天生道体，已经是人品爆棚了，没想到竟然还看走眼了一个上古重瞳，这小屁孩老夫保定了，耶稣来了都没用。说话的同时已经向圣地发出了求救信号。难道我们被人算计了？是有人用秘法控制长生挖走了至尊骨？一定是这样的。至尊骨需要在1个时辰之内移植，否则就失去了意义。他身上没有至尊骨，这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而陈子玲依旧是不相信陈长生是无辜的。呵呵，画面里就是他的气息，何来的冤枉？柳白也是硬刚了起来。陈子玲，你脑子跟屁股装反了吧？重瞳本是无敌路，何须再借他人骨？陈老六直呼着好家伙，真是好家伙！你这不是妥妥的给我拉仇恨吗？这还没完，就连陈家老祖们也调转方向，开始保护起了他这个反派。子玲，此事还没调查清楚，切勿冲动呀！家族已经损失1个至尊骨，绝不能再失去上古重瞳了。这一幕真是看得陈长生哭笑不得。停，我真是谢谢你们了。以这样的剧情发展，自己这个反派活不过10集，所以他并没有附和老祖们的包容，而是直接宣布退群不玩了。一切自有真相大白的一天，从今以后，我陈长生与陈家再无瓜葛。长生不可意气用事呀，老祖们都会为你撑腰的。没错，只要你回去，家族一定会拿最好的资源栽培。此刻陈子玲气得后槽牙都快咬碎了，就因为他是上古重瞳，所以真相就不重要了吗？眼见主角的霸道老爹就要跟家族反目，走向主角无敌的剧本，陈老六直接冷笑了起来。好一出苦肉计，想骗我回去家法处置吗？我就算是饿死在外面，也绝不回陈家。至于陈浩，他若真觉得是我挖了他的至尊骨，那就从大荒走出来，亲自找我报仇。最好做一个有骨气的至尊，而不是靠他爹保护的鼻涕虫。像陈子玲这样的天骄，最怕别人说他以大欺小。好，陈长生，那你的人头就留给浩儿亲自来取。放完狠话就愤怒的踏空离去，老祖们都惊呆了，这小娃娃竟然只用2句话就把陈子玲给打发走了。长生呀，你真不考虑一起回去吗？家族真会死保你的。陈老六都快哭了，爷呀，你们千万别保我这个反派，
真怕天命之子会忍不住血洗家族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至尊谷有很大概率重生，就算我回去，也不是陈浩的对手。另外，替我转告爹娘，趁着年轻，赶快去养老吧，咱争不过天命之子的。说完就撒丫子踢桶跑路，毒瘤老祖们面面相觑。在柳白的带领下，众人很快来到了天剑圣地。只是没想到，刚到这里，陈老六就看呆了。好球，好大的球！你在说什么？结果抬头就被一剑杀来。哪个登徒子敢窥视姑奶奶沐浴？我造师妹，误会啊！而某个始作俑者已经关闭了上古重统，快速的擦干了鼻血。你小子是不是找死？那可是天剑圣地的姑奶奶，我师尊的关门弟子呀！你敢偷看她洗澡？剑圣前辈，你在说什么？长生完全听不懂哎，我还只是个孩子啊！无语呀，简直无了个大语！真不知道带这货上山是好是坏。深吸一口气，说出了收徒规矩。虽然你们是我亲自带来的，但也不能坏了规矩。要入我天剑圣地，必须去敲响仙王钟。敲响一声可以成为普通弟子，敲响的次数越多，地位就越高。啊，这些套路，这不是自己穿越之前看过的快说解说的漫画剧情吗？这个老六在敲钟时，偷偷隐藏了9层实力，别人都恨不得敲响10声，坐上那至高的神子之位，他却只想苟起来当个杂役弟子。作为一个天命反派，敲得越响，死得越快，反而是当上叶璇兄妹的杂役弟子，就能狂撸反派值。叶璇装比正又犯了。陈长生，你能敲响几声呢？我很期待。呵呵，想激怒我，第一个上去敲钟吗？灵儿姐姐，你会保护我的，对不对？一波操作气的天命之子又怒刷1999，叶璇不再理陈长生，直接上前去敲钟。咚咚咚，仙王钟一口气敲响了6声。我勒个骚刚，是谁这么妖孽？是天生道体还是上古重瞳？又是咚咚咚，第7、第8、第9声也响了起来。这是我的头啊！谁敢抢？老夫将他镇压在毛峰下1万年。弟子们看得呆若呆鸡。卧槽！现天道体真牛批，就连沉睡的老祖们都爬出来抢徒弟了。又是咚的一声，钟响是什么？神子灵。此刻叶璇如逼王登基，帅的没朋友。可惜他才刚开始装，陈老六就搬来一张椅子，挡住了他的光。叶璇气得冒烟了。老子好好的装个逼，就哪里惹到你了？天命之子叶璇怨气值加1999，疯狂加1999，奖励天人合一状态，悟性增加10倍，修炼速度提升10倍。修为瞬间从灵元1重飙升到了灵元6重啊！这提升速度简直就是老母牛坐火箭，牛比上天了！装逼不用排队的吗？老子先来的呀！你搬凳子挡我光就算了，现在还在老子头顶上天人合一是什么鬼啊？周围人瞬间都惊掉一地下巴。这小子才灵元境吗？天人合一这种状态，不是到天命境才能触发了吗？叶璇都没达到天人合一啊！莫非上古重瞳比天生道体更妖孽？无数彩虹屁扑面而来，吓得陈老六脚底一歪，故意打断了天人合一状态。这要是太牛逼了，让所有天命之子都防着自己，这以后还怎么猥琐发育？哎呦，叶璇表哥，你是不是踢我椅子了？我没有呀，我刚刚都快感悟到机缘了，我也是受害者呀！啊，对，肯定不是叶璇表哥，他怎么会因为我抢他风头干出这种事呢？不解释还好，一解释众人就我们都懂的表情了。叶璇一整个都麻了，尤其是自家妹妹也疑惑地看着自己。莫非真是我刚才感悟的时候不小心踢翻了凳子？突然无数大道符文将他包裹，修为也是突破了通玄境。数万年来，这还是第一个得到仙王中传承的绝世天骄，此自有大帝之资呀！陈老六内心也是一顿侧草会母，老子开挂都比不上你这离谱程度喂！刚好此时叶璇端着2比脸看了过来。陈长生，接下来轮到你了，上古重瞳也是最强大的体质之一，发挥你的全力吧，让我看看你的极限在哪。最漂亮可爱的灵儿姐姐，你先请，长生愿意排在你后面，给你做绿叶。长生，你这小嘴怎么这么甜？刚刚才得到无敌道心的叶璇再次心态变化。陈长生，你什么你？你到底是不是灵儿姐姐的哥哥？姐姐站在这里这么久都没人来收徒，我让她先上，你还有怨言了？随后贴心的帮叶灵儿擦拭大钟上的灰尘。突然仙王钟响了一声，而陈老六却嫌弃的收回了小手。灵儿姐姐，请。众人都是被雷的外焦里嫩。臭小子，你怎么下来了？每个人只有一次敲钟的机会呀！啊，只有一次机会吗？那我已经敲了。这小子绝壁脑子有坑，他敲响了一声，本来他可以敲响很多次的，但他回头了。麻了，我真的麻了。难道你上去就是给你灵儿姐姐擦灰尘的？真正的天才，哪怕得不到认可也是天才。难道我敲响10声就能上天了吗？这货不会是在阴阳我吧？是这个道理。你有如此心态，实属难得。本圣决定让你再敲一次。大哥，老子好不容易才摸鱼敲响一声，你可别搞我了呀！圣主万不可为我破坏规矩啊！如果敲响一声只能做一个外门或杂役弟子，那请将我分配给灵儿姐姐做杂役吧。陈长生，我警告你，最好离我妹妹远一点。陈老六顿时绿茶精附体。叶璇表哥，长生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众人看向叶璇的眼神瞬间就不对劲了。他只是个孩子，你凶他干嘛？我又做错了什么？叶璇心里那个憋屈啊，怨气值瞬间刷爆了。爹，恭喜宿主获得4不像异兽属鸭能力，直属为鸭，可以让宿主披着别人的马甲四处为非作歹。从此坏事我来做，黑锅别人背。
你是懂得玩梗的。回过神，只听到仙王中接连响了9声。这丫头竟然是罕见的极阴之体，也不知是谁将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恐怖力量封印在她体内。这，老夫又看走眼了。瞅瞅，柳白你丫的，就应该去爱尔眼科看看。随后叶灵儿也被封为了神女，兄妹俩由老祖亲自教导。叶璇顿时充满了干劲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叶家的人，你们看到了吗？3年之内我必回去医学前耻。咦，3年之约，叶璇你不对劲，你是不是吃土豆吃多了，得了土豆综合症？见陈老六一副浮夸的表情，被抢了徒弟的柳白一把提起了他脖子。你小子在嘀咕什么呢？哦，我在练习唱跳 rap 篮球。什么鬼？说人话。简称看戏。看个屁的戏呀！老夫的2个得意弟子都被老祖抢了，有没有空做老夫的徒弟？这小子都已经轮到去做杂役弟子了，老夫主动收他，应该很感动吧？嘿嘿嘿。没空。老夫好歹也是大地之下我无敌，大地之上当弟弟的剑圣柳白，当你师傅还不是绰绰有余？大佬呀，你做我师傅的确绰绰有余，但你得罪了主角的霸道老爹呀，咱俩凑一块，真不怕吃席吃到自己头上呀？这小子整天神叨叨的在说什么？谁敢吃老夫的席？就这样，陈老六如愿跟叶璇兄妹分到了一起，忍不住在心里暗爽，希望叶璇表哥的1999能永久。感受着这里浓郁的灵力，叶璇和叶灵儿直接盘膝修炼了起来，而杂役弟子陈老六则挑选了个最好的房间睡大觉。修炼结束的叶璇看到这一幕都快气炸了，老子把你当成磨刀石，你竟然搁这里摆烂呢！陈长生，你可知这里的灵力是外面的100倍？你竟然在这种地方睡觉！然而下一刻让他惊掉下巴的一幕出现，这个老六明明只想摸鱼摆烂，却在睡觉时疯狂突破，而天命之子艰难的修炼263个小时，却毫无进展。啊，这就突破了！自己刚才还骂他不好好修炼，结果小丑竟是我自己。也就在他懵逼时，表哥，这床有鬼啊！我就想好好的睡觉摆烂，结果就莫名其妙突破了。我侧草会母呀，好想在这小子脸上抽一个鞋印，然后问他我的鞋底好看吗？看着疯狂刷屏的榜2大哥，陈老六顿时解锁了新姿势，一边猛吸玉净瓶里的灵液，一边夸张的逼刀。叶璇表哥，你不要劝我了，我今天就算是饿死也绝不修炼。话音刚落，修为直接飙升到了灵元近9层，而且他还故意放了个屁。好你个小逼崽子，绝对是故意的！卧槽，表哥，你说我就放个屁，怎么又突破了？原来突破这么简单呀！不要啊！叶璇终于是忍不住疯跑了出去，再多待1秒，无敌到心就要碎秒。特喵的，这小逼灯绝对藏拙了，说不定能把仙王钟敲到冒烟。不过我如今有仙王意志指导，不会比你差的。看着已经归零的怨气值，陈老六忍不住感叹：叶璇表哥啥都好，就是持久方面总是为人诟病，不像我那二弟，不断给我刷1万加的反派值。回过神，试探性的喊了一声：灵儿姐姐。哼，我不跟妖孽玩。啊，这要是失去了天命青梅竹马的非亲生妹妹的好感，以后还怎么刷反派值呀？毫不犹豫就追了上去。道友，哦不，灵儿姐姐请留步，表哥发来新消息，说他已经稳住到心了。咦，你换新手机了，挺贵的吧？不会，这是我在转转买的2手苹果14，才2800，比新机便宜2000，还经过转转官方验机，质量靠谱，上面的电脑也不错。总之，买2手选转转就对了。你是不是故意打击我哥的？竟然被看出来了，这小妮子还挺聪明的，不过打死都不能承认。顿时装出一副受伤的模样。原来灵儿姐姐是这么想长生的吗？湿漉漉的眼神让叶灵儿忍不住心头一惊。我刚才是不是语气太重了？长生没有敲响10声仙王中的天赋，为了不被你们抛弃，只能尽力的表现自己，让自己显得不那么自卑。没想到灵儿姐姐你是这么想我的。女主泛滥的圣母心哪能挡住陈老六的蒙蒙光波？对不起，是姐姐误会你了。姐姐没想到你承受了这么多。长生已经被家族抛弃了，姐姐是不是也不要长生了？别哭了，姐姐以后会保护你的，你想怎么突破就怎么突破，不用管我哥的。当真，姐姐真的不会觉得长生在故意破坏叶璇表哥的道心吗？你的心意我已经明白，不用管我哥，他会懂的。刚稳住道心的叶璇一回来就看到这扎心的一幕，懂什么？不，他不懂呀。好你个陈长生，我才刚走你就勾搭上我妹妹了。叶璇表哥，你听我狡辩呀，我跟灵儿姐姐什么事都没发生。对，哥，你误会长生了，我就是让他想怎么突破就怎么突破。不解释还好，一解释就更生气了。都这种时候了，灵儿你还在维护他？陈长生，你这个无耻的老六，我要跟你决一死战！直接就是扛剑杀了过来，速度堪称这个年纪最快的快女。我操，来真的，这家伙这次是真的动了杀心。陈老六也生气了。阿波是的，私暗上上古重瞳。紧接着叶璇的每个动作都被陈老六提前预判，高他一个大境界的天命之子竟然被牵着鼻子走。我勒个洞，这个一直躲在自己妹妹身后装萌萌哒的家伙，这么强的吗？叶璇被气急了。好啊，陈长生，你竟然隐藏的这么深。说着丢掉手中的剑，直接跟他贴身肉搏。
很快两人都被打成了熊猫脸。变态呀！有技能你留着不用，非要用普攻，你都不蓄力了，我还怎么预判3.14炷香后，闻声赶来的众人只看到好好的院子变成了一堆废墟啊！我麻了呀！这才刚住进来就开始拆家了，以后混熟了岂不是要拆宗门？战斗又持续了2个小时，眼看叶璇灵力耗尽，马上就输了，结果陈老六却战术后飞出去，倒在叶灵儿怀里，然后故意喷了一大口番茄汁。灵儿姐姐，我快不行了，你不要怪叶璇表哥，他不是故意的。说完直接晕倒过去，看得叶璇是满脑子问号。不是，要输的明明是我呀！无耻啊，无耻！陈长生，我必杀你！气急攻心的他也是喷出一口老血，晕死了过去。啧，骗财打架还不如马老师的接话法好看呢。就是，近身搏斗还得马老师的接话法呀。随后柳白拎走了装死的陈老六，并且吩咐人治疗叶璇。行了，别装死了，你小子灵力充沛，气息平稳，根本不可能昏迷。同时他觉得自己真应该去看一下艾尔眼科，这眼光不是一般的差。虽然知道上古重瞳厉害，却没想到这小子竟然能越级吊打叶璇那样的绝世天骄，而且直到胜利，他还是灵力充盈的状态。那他的丹田有多大，竟然能有这么多灵力？再装，我就告诉灵儿你骗他，让两兄妹一起对你混合双打。小白啊，你这样做就很不厚道了呀！小白也是你能叫的吗？你小子搁这里超级加倍是不是？那我叫你小白，你叫我师侄儿，咱们各叫各的呗。柳白终于是忍不住一记铁锤砸在陈老六脑门上。臭小子，别给我逼逼叨叨的！你知道你的上古重瞳有多适合练剑吗？你一睁眼，别人的招式全是破绽。老夫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拜我为师怎么样？小白呀，你想收徒去找叶璇表哥呀？他就是天生用剑的，我不修剑道也不懂剑呀。你虽然不修剑道，但你浑身都泛着24K 的剑气，人家天生用剑，你天生犯贱，你说我能放过你吗？二话不说就拎着陈老六往自己的住处飞去。救命呀！不要呀！呜呜，你得到我的人，也得不到我的心。柳白顿时笑出了鸭叫声。喊吧，你就是喊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。咦，剑圣单身这么多年的秘密终于揭开了。恐怖如斯呀！这个老六在战斗时偷偷掏出一块板砖，紧接着啪，花擦，不讲武德。然而不等他反应过来，时间回到几分钟前。小白呀，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我靠，明明是想抓他回来当徒弟，怎么感觉抓回来一个祖宗？突然有弟子来到，蜀国使团前来拜访，里面有一个很牛批的天骄，撂倒了同境界的所有天才，现在就靠上古重瞳找回场子了。柳白一听，赶紧拉着陈老六往外跑。 No， 小白呀，这些天才装逼跟我这敲响一声仙王中的小喽啰有什么关系？此时圣地比武场，一个少年双手插背正在装逼。你们天剑圣地是当真没人了吗？我徐乾不过修炼2年半，才刚领略唱跳 rap 阵法，就把你们打败了。要不是我们叶璇神子在闭关，哪里能轮到你嚣张？谁说我天剑圣地无人？这时柳白手里拎着一个小屁孩出现在比武场，陈老六看着眼前涂口红的男人，满脸震惊。我勒个豆，怎么又是一个天命之子？而且这名字怎么跟某个唱跳达人如此相似？敢问徐乾公子，是不是有个弟弟叫徐坤？兄弟俩无敌乾坤啊？什么意思？徐乾呆若呆鸡，一股来自于内心深处的厌恶油然而生。这群老不死，竟然拿一个10岁小屁孩打发我！你就是陈长生吧？趁我还没失去耐心，赶紧激发你的上古重瞳，来战吧！陈老六也是无了的大语，什么鬼？大地级气运之子才刷3个8，人家叶璇表哥最低也能刷999。你是真菜呀！要不你叫一声陈长生，看我答不答应呗？徐乾不明所以，还是叫了一声陈长生。哎，爷爷在此。陈老六顿时笑出了鸭叫。徐乾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被耍了。很好，你成功惹怒了我。今天不把你打到跪地叫爸爸，我就不叫徐乾。这时柳白不爽地喊道：“臭小子，只要你打败这家伙，宗门宝物随便拿，不过得拿得走才行。”卧槽，宗门宝物随便拿，简直太酷了！陈老六当即表示 OK。废话真多，你先来还是我先来？结果陈老六却大喊了一声：“鸭来！”话音刚落，一只呆萌的鼠鸭出现在众人面前。众人都是满脑子问号啊！这到底是老鼠还是鸭子？就这玩意也想打败徐乾？就是，徐公子号称同阶无敌，他们派出比他低一个大境界的小屁孩就算了，竟然还搞来一个唱跳营，这不是纯送经验吗？陈老六直呼好家伙，真是好家伙！这鼠鸭这么骚，妻你太美这个梗都知道。好了，别闹了，对面的嘲讽你主人是个小废物，你现在就去教他做鸭，哦不，去教他做人。也不是不行，除非你给我找漂亮大姐姐。行，打完了，给你找很多大姐姐。徐乾已经气炸，这小屁孩竟然想用一只鸭来对付自己。好，陈长生，看我今天不把你的鸭子做成鸭脖！抬手间已经搓出一个巨大的法球，朝鼠鸭的鼠头砸来，但鼠鸭屁股一拧，就轻松躲了过去，紧接着绕到了他身后，罪恶的一脚直奔某人的第3条腿，互相的鸡蛋碎了。徐乾无挡痛苦的大吼着，
可不等他反应过来，鼠鼠鸭邪魅一笑，又是一团火焰直奔某人后颈，顿时菊花残满定伤。可怜徐乾残了慧根又伤菊花。鸡哥，你败了！我阿巴你个阿巴，你竟敢踢我菊花！今天非要把你丢进山里喂海猪！徐乾气到冒烟，顿时召唤出了本命神兽，一只3个头的空空兽，周围人都是秒变到吸凉气工具人。这可是天生的神兽啊！这鼠鼠呀没了，可你鸭哥丝毫不慌，冲上去就是猛，只可惜帅不过3秒就被击飞。你的虚坤丫丫，我吃定了！耶稣来了都没用，一个翻身跳到了虚坤兽的头顶。阿波吃的何以饥渴？只鼠为鸭，只坤为鸡。瞬间一道绿光直奔虚坤兽的脑门，恐怖的鲲头竟然变成了鸡头。我咧个骚刚，这鬼畜玩意儿竟然自带本命神通，这可是神兽专属技能呀！啊，这么猛的吗？原本只想让鼠鼠鸭出来活跃气氛，结果这家伙竟然直接把那么大只虚坤兽变成了小鸡仔。哎妈呀，这契约兽咋这么不正经？糟糕，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，这小子赢了之后，不会真能搬走宝库里的东西吧？此时鼠鼠鸭怼着虚坤兽的鸡头狂踢猛踢，刮了个槽，这鸡头好硬，老子是在给他刮痧。该死的鬼畜，竟敢踩我高贵的头！突然嘶吼一声破除了分域，台上两妖兽打得正激烈，台下蜀国人仿佛看到鸭子徒手接住原子弹。我了个瞧瞧，这小屁孩的妖兽竟然能跟神兽硬刚，这到底是啥品种呀？给我也搞一只！这时没人注意到，陈老六已经偷狗到了敌人屁股后，紧接着一块板砖直挺挺地敲向了徐乾的后脑勺。花擦，不讲武德，有种来单挑呀！搞这种偷袭算什么本事？我单挑你个锤子！话落，陈老六手上还真出现一个锤子。来啊，单挑！无耻呀！这谁跟你打？可不等他反应过来，陈老六已经抡起锤子。一顿暴力输出后，我去，不愧是天命之子呀，这都没打晕。你这个无耻的老六，我要废了你！徐乾终于是嘶吼着使出了全力一击，偷袭又如何？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任何阴谋诡计都是徒劳。那我们碰一碰。陈老六躲无可躲，也是缓缓地抬起了拳头冲向徐乾。只是徐乾在看到那拳头后，脸都吓绿了。你我啊！说好一拳超人，结果这小子带拳套还有长刺，这谁跟你碰？刹车！啧，这上古重瞳真不要脸，明明很强还偷袭拍板砖，板砖不够铁锤来凑，铁锤不够狼牙拳套伺候。此时徐乾发现刹不住车，只能硬着头皮激发元气护体。臭小子，可惜你不到通玄境，无法元气出体，不然我还真的拿你没有办法。呵是吗？那我就勉为其难突破一下，顺便开一个穴位吧。众人全都是懵了个逼。什么？这小屁孩竟然想在战斗中突破，还想通玄，这怎么可能？本以为是一场公平对决，结果这老六竟然掏出了狼牙拳套。卧槽，带刺的拳套，你不讲武德，只能硬着头皮开启元气护体。好在你小子不到通玄境，最多给我刮痧。是吗？那我只能勉为其难突破一下，顺便开一个穴位吧。什么？这小子竟然这么快就突破了，来不及反应元气护罩就被击死，双手更是被打成粉碎性骨折。我了个去，长生帅麻了，竟然一拳就打败了楚国第一天骄。输了比赛的鸡哥却笑出了眼泪。我输了，但是你废了，哈哈哈哈！你竟然为了赢通了一个垃圾穴位。鸡哥这么乐观吗？他到底在兴奋什么？回过神发现长老们就跟死了爹娘一样。臭小子，你糊涂呀！人一辈子能通的玄关就那么几个，没人会把玄关通在拳头这种无用的穴位上。谁料陈老六一听却无所屌味的切了一口。就这，所以他们笑的是这个，还以为多大的事呢。说着左手一抖，竟然又通了第二个玄关。这样对称一点。我真的麻了呀，好想扛着车去砸死他。哟，小白最近发财了，居然买了新车。哪有，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比亚迪汉，才花了9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这么便宜？是啊，瓜子年底有100亿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啊，这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拍卖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之前你不知道还能理解，现在都告诉你了，你还这样任性？啧，这小屁孩咋这么有想法呢？我看他脑子绝壁有坑，这么牛皮的上古重瞳竟然开了2个垃圾玄关，不然真的可能带领天剑圣地走向辉煌。徐乾的怨气顿时消失殆尽，一个废掉的上古重瞳已经构不成威胁了。陈长生，我服了你了，我输的心服口服。卧槽，你别服我呀，赶紧给老子刷怨气值呀！解锁第4个物品还需要1000万呢。大人大量，还得是鸡哥呀！被我的鸭子掏了菊花也能心服口服，小弟佩服佩服。你找死！被提起伤心事的徐乾果然又刷起来了。手下败将还敢逼逼，鸡哥也不过如此。鸡哥，你心态太差了吧？怨气值直接刷到了6888。没错，这才是鸡哥的正确打开方式。陈老六仿佛老色批解锁了新姿势，疯狂斗鸡哥，只是很快就被柳白领小鸡仔一样拎走了。小白，我抗议！你答应让我宝物随便拿的，你要是不给我，我逢人就说剑圣柳白欺骗小孩。
欺骗小孩？谁家小孩会养一只不要脸的鬼畜宠物？谁家小孩子浑身上下都是偷袭人的东西？小白啊，我才10岁，你可别污蔑我哦。他资历老是没错，但他年纪小啊，全身上下也就只有年纪小了。臭小子，你又搁这里超级加倍是不是？再叫一个小白试试。试试就试试，小白，你不让我去宝库，我就一辈子叫你小白。反正我陈长生打死都不能被别人欠钱。行了，我兑现还不行吗？烦不胜烦的柳白终于是带陈老六来到了藏宝阁。事先说好，藏宝阁里的东西需要双向选择，你要是拿不走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奥特曼 K 当即接过令牌，大摇大摆的走了进去。结果刚一进去就彻底傻眼了。藏宝阁里的宝物明明堆积成山，可路过的狗都懒得看一眼，因为里面的东西根本没人能拿走。陈老六刚进来就傻眼了。我了个骚刚，说好的大宝贝呢？结果里面全是防护罩，畜生呀！就连一把垃圾天品宝剑都用了最强的防护罩。而藏宝阁外，柳白和看守长老正在吹牛。那小子还是太年轻，跟我当年被师傅忽悠一个德行。没错，我当年也是一脸卧槽，这么多宝贝可以拿，结果看到的全是防护罩。那小子知道自己被忽悠，应该马上就会哭着跑出来了。结果1天过去了，陈老六没出来；2天过去了，还是没出来。柳白感觉老脸火辣辣的。这小子倒是出乎我的预料，不过2天也正常。殊不知陈老六此时都快把藏宝阁搬空了。小白真是个好人呀，知道我有玉净瓶，还让我随便拿。原本以自己的实力是打不开这些防护罩的，但玉净瓶6批啊，防护罩什么的一砸一个准。羊毛也不能只盯一处薅。接下来去看看圣品的吧。转眼5天过去了，这小子不会死在里面了吧？我还是开车进去看看。哟，最近发财了，居然买了新车。哪有？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比亚迪汉，才花了9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这么便宜？是啊，瓜子年底有100亿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，这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拍卖，买卖二手车，上瓜子就对了。不对劲呀，别人都是2天就被恶心了，你赶紧进去吧。在小小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。而鼠鸭则不断的将做好的赝品放进去。我去，狗大户家的宝贝也忒多了，这得砸到什么时候？嘘，有人来了，按计划行事。等柳白进来的时候，只看到陈老六不要命的攻击眼前的防护罩，拳头砸烂了灵力枯竭也打不开，他直接就信了。臭小子，我懂你，我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。这里本就是忽悠人的，你就别执着了。你说什么忽悠人的？小白，你知道我眼睁睁看着这么多宝物却得不到有多难受吗？柳白只能无奈的打开了眼前的防护罩。你小子搞得我都内疚了。行了，这件宝物你拿走吧。得到圣品宝物后，陈老六的眼睛才恢复了清明。小白，我累了，回去睡觉吧。出来后，陈老六主动交出了储物戒。长老，检查吧。不用了，有圣主担保，我信得过你。殊不知圣品和天品都快被搬空了，只有检查过没问题，那些宝物才能真的属于他。你是觉得我不配拥有规矩吗？检查，给我狠狠的查！你不检查，我就死在这里。这孩子被刺激的不轻呀。长老只能无奈的用神识探查。没问题，你可以走了。陈老六顿时松了口气。看来这些家伙探查不到玉净瓶，不过我得赶紧忽悠叶璇表哥来背个锅，毕竟那些赝品支撑不了几天。柳白总感觉哪里不对劲，但又说不上来。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我为圣地流过血，我为圣地刚受伤，我为圣地的荣誉开了2个垃圾玄关。小白你却在怀疑我，我要去找灵儿姐姐和叶璇表哥诉苦。柳白嘴角抽了抽，知道了，给你几天假期，去看过你的灵儿姐姐，就给我滚回来闭关。奥特曼 K 说完就朝着叶璇的住处狂奔而去。叶璇表哥，你亲爱的弟弟来了！怎么突然有种大难临头的感觉？老头刚进藏宝阁就发现诡异的一幕，原本装满宝贝的地方，竟然装满了10年不洗的臭袜子，只因这10岁老六将它们一只只认真收藏。接下来只需要找个背锅侠。叶璇表哥，你亲爱的弟弟来了！怎么突然有种大难临头的感觉？只是没想到刚一出去，就看到陈老六抱着一把剑递给了灵儿。此剑名圣雪，是我特地从藏宝阁为姐姐挑选的。所以他大战蜀国天骄，就是为了进藏宝阁帮我选剑。看着少年布满血丝的眼睛和血肉模糊的拳头，眼泪忍不住滑落。真是个傻子，为了一把剑，何至于这么拼命？为了灵儿姐姐，值得。叶璇顿时心态炸裂，直接抢过那把剑扔在地上。陈长生，你给我滚！我妹妹不需要你的剑。哥，你干嘛？这可是长生拼尽全力才得到的剑，你竟然把它扔了，我恨你！叶璇顿时就慌了，自己视若珍宝的妹妹竟然为别的男人哭了。为什么？季生玄和长生看着疯狂飙升的怨气值，陈老六心里都笑出了猪叫。真的好想送表哥一首雪花飘飘啊！
灵儿姐姐，你别怪表哥，是长生无能，无法取走藏宝阁的其他宝物，不然也能送叶璇表哥一把。你这个伪君子，你胡说八道！陈老六顿时绿茶精附体，眼里蓄满猫尿。这偌大的天界圣地，我唯独将你和灵儿姐姐视若亲人。这把剑我已经送出去，如果你们不要，请帮我送回藏宝阁吧，我要去单刷副本了。乔豆麻袋，刷什么副本？我陪你。就我左下角的群英风华录，向左跟听全都在玩，不仅画风精美，游戏里还有影视级别的战斗动画。贼老六，你可别带着我妹妹氪金，氪不了一点。现在登录就送吕灵起外加1000连抽，10连必出金卡，首日 VIP5免费送，再输入几个礼包码，主打就是零氪轻松玩转三国。既然表哥不信任我，那我先走了。正想劝架的柳白刚过来，就看到陈老六一脸痛苦的离开。卧槽，这里面一定有瓜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事情是这样，地里扒拉妈咪哄。懂了。事情很简单，那小子为讨美人欢心，付出所有，也要得到那把剑，结果看不到结果，伤心离开。剑圣前辈，长生为了这把剑付出了很多吗？是呀，那小子在藏宝阁里砸了5天防御罩，灵力枯竭也没拿出这把剑，最后还是我看他可怜送给他的。看来这次是真的伤了心，连圣品宝剑都不要了。此时叶璇也是在心里大骂着自己不是人，人家把你当亲人，你却总怀疑人家别有用心。灵儿，对不起，是我错怪长生了。罢了，你作为我天剑圣地神子，的确也该进藏宝阁挑选宝物。说着将圣主令牌递给了叶璇。择日不如撞日，现在就去吧，刚好可以看看陈长生经历了什么。突然很期待这小子多久能领悟大道。殊不知无意间给陈老六来了个神助攻，很快陈长生为情所伤的事情传遍了整个圣地。今日起我陈长生闭关，不再见任何人，直到18岁才出关。啧，好好的上古重瞳开了2个垃圾玄关，又为情所伤。换我也心如死灰，这个叶璇太不是人了。藏宝阁里，叶璇已经靠着自己的宝塔打开了几个防护罩。这里的规矩是不能用储物戒装宝物，但没说不能用自己的法宝装吧？砸了几个防护罩后，就发现了藏宝阁的套路。呵呵，这是让人领悟靠外物，不如靠自己的道理吗？不过陈长生那头蠢驴是怎么做到待在里面5天都没领悟的？就在这时，这个防护罩怎么这么脆弱？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大大的宝剑竟然变成了一双臭袜子，然后越来越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出现。臭袜子、破裤衩、烂番茄、烂黄瓜，真是应有尽有啊！藏宝阁竟然有这样特殊的癖好？不对，这股味道。之前砸出来的宝贝竟然也变成了臭袜子。叶璇表哥现在应该进入藏宝阁了吧？看到我留给他的黑锅，不知道会不会感动的哭出来。不行，我不能飘，赶紧通玄吧。那群长老和楚国人都以为他通了2个垃圾玄关就废了，殊不知玉净瓶里的灵元足够他把浑身上下所有玄关都开一遍。而此时叶璇终于是发现了不对劲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藏宝阁早就被人洗劫了，而我刚好敲开了这些防护罩？我测草会母呀，到底是哪个老六要陷害我？现在跑还来得及吗？要不要把那些防护罩还原一下？结果刚有这种想法，柳白和看守长老就走了进来。你把圣品和天品宝物全拿走了？我不是我没有呀，剑圣前辈，你听我解释。不是，他解释什么？这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一样，怎么解释？没关系的，毕竟你是神子，只要你把那些私藏的宝物放回去，没人会怪你的。我真没拿呀，让我放什么回去？这是哪个天煞的畜生干出来的事呀？人家蝗虫过境都还能留点根，这家伙真的是把天品和圣品的宝物都搬空了。藏宝阁里的宝物明明没人能拿走，结果这10岁老六刚进来就把所有宝物搬空，顺便换成臭袜子，紧接着忽悠表哥进来背黑锅。你把苦茶不，你把宝物全拿走了。我不是我没有呀，到底是哪个老六要陷害我？叶璇立刻想到了陈长生，他就知道那坑货没那么好心去给自己送剑。2位前辈，在我进来之前，陈长生在里面待了5天，一定是他干的。只要你们搜他，就能找到那些丢失的宝物。柳白2人顿时尴尬地对视了一眼。可是他出来的时候，我已经搜过了，现在你才是嫌疑最大的人。叶璇恨得后槽牙都快咬碎了。藏宝阁的规矩，事后概不认账，所以我只能背下这个锅吗？柳白也不得不感叹陈老六实在太聪明，很多布局看似漏洞百出，但你就是拿他没办法。作为神子，你就大度一点吧，这件事没人会追究你的。叶璇顿时心态炸了。为什么又是陈长生？为什么好处全是他的，黑锅全是我的？哟呵，表哥这是受了多大的委屈，竟然这么恨我！等下他肯定要提剑来表达对我的感激之情，只要我不见他，怨气值还不得蹭蹭往上涨。陈长生，有种出来单挑！我祝你妈买菜天天涨价！我测草会母阿巴。这边叶璇骂骂咧咧，那边陈老六开心收到怨气值，解锁大梦春秋。睡觉就能提高10倍修炼速度，这卦有点小无敌啊！接下来又请了几个水军，大力宣传表哥偷宝物的事情。这叶璇真不是人，自己偷了藏宝阁被抓包，还想让长生弟弟当替死鬼。就是，陈长生出来的时候是主动要求检查储物袋的。于是叶璇的名声彻底臭了。接下来几个月每天跑到陈老六这里发疯，可人家就是闭关不见。表哥好惨呀！恭喜解锁元神锁。
丢特否，控制仆从的法印，而且还有10倍战斗属性增幅。要是有个人给我练手就好了。结果刚想到这里，一条白花花的白花花就爬上了墙头。弟弟，只要你帮姐姐逃出去，姐姐就做你的道侣，好不好？姐姐，我还只是个孩子，哪有本事帮你逃出去？只要弟弟用你的上古重瞳帮我找到这阵法的破绽就行了。虽然很想给这女人试试元神锁，但这可是柳白都害怕的女魔头呀，以自己现在的实力根本拿捏不住，所以他干脆进入梦境开始了修炼。结果这一睡就是8年。陈长生，你到底带不带我出去？老娘真的快疯了！天知道这8年他是怎么过来的。陈老六睡了8年，他就看了8年，亲眼见证这妖孽开了上千个玄关，开了5脏6腑各种神藏。自命不凡的他每天都在遭受着10万点暴击，直到今天这个老六终于是睁开了眼睛。白衣姐姐，你是犯了大错才被关进来的，我要是放你出去，就背叛了圣地。陈长生，你我朝夕相处了8年，你就这么狠心让我被继续关下去，直到老死吗？其实想出去也不是没有其他法子。快告诉我什么方法？8年了，他从一开始的勾引到然后威逼利诱，最后是苦苦哀求，都没能出去。可今天这家伙终于松口了，结果陈老六却立刻露出了一脸悲伤。长生放弃了外面的花花世界，留在这里陪姐姐关禁闭。我以为姐姐会喜欢这样的陪伴，没想到你还是想要出去。他留在这里，竟然是为了陪伴我。最爱的宗门封印了他几10年，而这个男孩却用自己的青春守护了他8年。哪个少年不想风光无限？而你这个傻子却为了姐姐甘愿藏风。那边洛白衣感动的稀里哗啦，这边陈老六却整不会了。姐姐啊，我忽悠你的你都信，毕竟要出去乱了，不带个6P的保镖怎么行？我这里有一道符文，功效有些特殊。快给我！别管它有多特殊，我都要。可是它能控制。我都懂，我的长生好弟弟好相公，快救姐姐出去吧！陈老六顿时无语了。可是他能控制你的生死呀！我想告诉你，是你自己不想听的。那好吧，我现在就把符文给你，你不要抵抗。说着，他手中掐印，阿布快吃，上古重瞳给我开！顿时他眼睛发光，全身也发光。我操，好闪好耀眼，帅瞎老娘了！终于找到破绽了，就是现在！他举起砂锅大的拳头砸在封印上，轰隆隆，法阵破开一个洞。他赶紧把符文贴在洛白衣额头。姐姐不要反抗！顿时元神锁进入洛白衣体内，元神锁绑定成功，轰轰轰！洛白衣战斗属性直接提升10倍。我的妈，这是神马符文！我感觉我现在一拳能打10个柳白。姐姐先别管那个，赶紧攻击我刚才打的地方，破除封印。而此时有个行走的背锅侠正在门口找郭杯。陈长生，你个缩头乌龟，给我滚出来！8年了，你还要躲下去吗？这8年叶璇已经是公认的最强地选，但有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，那就是证明他当年没偷宝库没偷古刹。最难受的是，叶灵儿偶尔会抱着陈老六的宝剑睹物思人，但经常偶尔突然轰的一声巨响，山顶的院子炸了，连带着叶璇也被炸飞，吃了一惊土。哇靠，陈长生那家伙在炸房子吗？然后就看到陈老六和一个女子一起飞了出来，而且这女人气息比柳白强大数倍。是谁把女魔头放出来的？一时间众多强者纷纷赶过来。你们谁敢拦我，我就毁了这个上古重瞳。咱们圣地有收过上古重瞳吗？当年好像是有一个，不过大战蜀国天骄时废掉了。那就没事了，直接出手一起封印。柳白顿时嘴角抽了抽，你们谁都不许出手伤了陈长生。封印的事情等救下人再说。由于柳白的阻止，洛白衣不费吹灰之力就逃出了圣地。现在怎么办？我们失去了最佳的封印机会。你们先回去，她是我师妹，我去把她抓回来。罢了，这女魔头也被关了几10年，接下来就由那些势力头疼去吧。啧，你说这叶璇怎么来的这么巧呢？他刚到女魔头就破封了，说不定就是他放了女魔头。毕竟当年藏宝阁的宝物，别人都拿不走，却被他搬空了。我没有呀，当年藏宝阁的封印是陈长生破的，我刚刚看到他和那个女魔头一起出来的，是他放了女魔头。不解释还好，一解释大家就更嫌弃了啊！对，神子大人说的都对，人家都闭关8年了，你也好意思什么锅都扔给他？我什么都没做呀，为什么就是没人相信我？哥，8年了，为什么你还是不信长生？连师尊都害怕的女魔头，却非要给这个老六当老婆，于是这货在女魔头脖子上套了根铁链。我不愧是主角，竟白嫖了个圣人当女仆。此时洛白衣终于是发现了不对劲。说吧，为什么骗我签订这个主仆契约？他明明计划着逃出来就杀了陈老六，可现在却生不起任何的杀心。姐姐可以回忆一下，我一直想告诉你这个符文的真相，可是你说你等不及了，我只能出此下策。洛白衣回忆了一下，发现还真是自己坑了自己。我还以为你只是单纯馋我身子，所以可以帮我解开吗？我发誓保护你10年。姐姐别急，我现在就给你解开，不过姐姐的10倍增幅也会消失。姐姐确定要解开吗？
老娘才刚体验到10倍增幅的快乐，这就没了吗？虽然可是可，但是脖子上拴了一根狗链子也很不爽呀。还有一个办法，杀了我，并且承受住元神锁的反噬，就可以脱困。说着，手中出现一把刀，递给洛白衣。姐姐，动手吧，为了你的自由，长生愿意牺牲自己。他手里握着刀，满脑子却是陈老六打破封印救自己的画面。一番挣扎后，发现下不去手。死鬼，以后不许骗姐姐。殊不知陈老六也是松了一口气，偷偷收回准备动用元神锁的手。还好他没动手，不然只能失去一个知心大姐姐了。这时柳白追了上来，师妹，放开陈长生，跟我回宗门。如果你非要把我关回去，那就只能打一架了。说着，他激发全身实力，轰轰轰！圣人巅峰的修为顿时把柳白吓尿。我操，好强！我好像打不过。陈老六一脸嫌弃的挡在柳白面前，真怕这老头被打死，还得去吃席送礼。小白，你打不过他的，除非突破到圣地。柳白恶狠狠地瞪了陈老六一眼。这种事就不能悄悄告诉我吗？堂堂剑圣不要面子的吗？放你离开也不是不可以，只要你保证不杀天剑圣地的人就行。切，只要他们不找死，老娘才懒得杀他们。柳白顿时松了一口气，达到这条件已经很满意。臭小子，你要不要跟我回去？说着按住陈老六的手，开始探查他修为。结果这一看，直接就是 Oh my god！ 地玄巅峰，而且还开了5脏6腑的玄关，不是说你小子废了吗？丑丑，小白你丫的，不就是全身 buff 叠满了，有啥好大惊小怪的？你这说的是人话吗？别人能开5脏已经是妖孽了，而你连6腑都开了，就你这样的存在，叶璇天天去你门口挑战，你竟然能忍住不出手？要是知道他全身上下所有的玄关全都开了，估计你会更自闭。我滴个亲娘嘞！1000多个玄关全部打开了，不行不行，现在就跟我回天剑圣地，我必须让老祖收你做亲传弟子啊！不对，就算收你做师弟也行。No， 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魏国是不是有很多人气，东吴是不是都喜欢萝莉？但你这天赋一旦传出去，没人会留你的。你不说我不说，谁会知道？小白呀，我已经装了8年的废物，终于可以不用被人羡慕嫉妒恨，你就不能让我过普通人的生活吗？柳白和洛白一顿时无语的对视了一眼。哎，好好的一张嘴，怎么长了一个人？好想套麻袋打死他算了。谁不是呢？同样是人，为什么他睡觉就能修炼，而且还开了1000多个玄关，而我只能勉强开36个？你说啥？睡觉就能修炼？要不直接把这小子解剖了吧，看看他的身体怎么长的。陈老六顿时吓得冷汗滴滴。停，我感觉跟你们2个变态格格不入。臭小子，跟你开玩笑的。刚好天剑圣地的弟子也该下山历练了，你赶紧去霍霍别人吧。白衣师兄能做的就这么多，好好保重自己。说着手欠的摸了摸陈老六的脑袋。以后我也可以吹牛说我摸过你的头，等你无敌了，在我有难的时候救我一命就好。看着柳白潇洒离开的背影，陈老六突然感觉这小老头有些孤独的样子。这才刚送走柳白，叶璇兄妹又追了上来。陈长生，果然是你放的女魔头。花擦，这都能追上，再这样下去，自己这个反派迟早要被叶璇给搞死。叶灵儿一时间竟有些心如刀绞，显然陈老六和洛白一不是挟持与被挟持的关系。难道他真像哥哥说的是个伪君子？以前的那些好都是假的吗？不，长生，那些事情真是你做的吗？灵儿姐姐，人也是会累的。8年了，无数个日日夜夜，我因为当初送你一把剑，被叶璇堵在院子里不敢出来。我解释有用吗？既然你们已经认定那些事情都是我做的，那就杀了我吧。还有这样的好事，新仇旧恨一起算。叶璇直接就提剑朝陈老六杀去，却没想到被自家妹妹挡住，而且还有一道冰冷的杀意已经锁定了他。哥，你住手！我不许你伤害长生。果然以天命之子白月光的圣母心，你越不反抗他越心疼。哎，灵儿姐姐，你别怪叶璇表哥，在他的角度的确是我害他名声不好，你就让他杀了我吧。我星星你的星星啊，身前有我妹妹挡着，身边还有一个圣人强者盯着我，这我怎么动手？叶璇气炸了，直接化身怨气永动机。陈老六感动的眼泪从嘴角流出来。哦，爽彪彪，好多怨气值，脸上却是一副看淡生死的表情。叶璇，动手吧，杀了我。畜生啊，这个畜生他绝对是故意的。叶璇气得后槽牙都咬碎了，却只能默默收回剑。哎，既然都是误会，说开了就行，我们毕竟是一起上山的，理应互相扶持。卧槽，不对劲呀，这榆木疙瘩怎么进化了？见陈老六懵逼，叶璇乐，心想看我怎么逮着机会揭穿你这小子的真面目。怎么，长生表弟，你不愿意跟我和好吗？愿意。叶璇表哥既然不针对长生了，长生自然愿意握手言和。天命之子开窍就更好玩了，这样就可以一直不停的薅羊毛，还没有生命危险。
见两人和好，叶灵儿是最开心的。反正大家都要下山历练，不如一起吧。好呀，那我们一起去魏国。鼠鼠鸭出发！嘎嘎嘎！我鸭最喜欢漂亮大姐姐啦！不用陈老六多说，鼠鼠鸭直接化身超大坐骑啊，好可爱！洛白衣和叶灵儿直接就坐了上去。哇靠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怪兽出，天下乱！结果这话刚出，鼠鼠鸭咻的一下直接飞走了，只留下表哥呼吸着鸭子留下的鸭皮。我没上车。这个老六也是坑爹的主。每飞行10公里就要释放1斤鸭皮，于是跟在后面的表哥彻底被坑惨。陈老六，你当个人吧，我还没上车呀。鼠鼠鸭，表哥说你飞得太慢了。哼，都给我鸭爷坐好，压抑模式全面加速。身后的表哥瞬间被屁霾笼罩。我测草灰母呀，神他妈压抑模式，别人的压抑是气动造型，你是屁动造型。我哥怎么飞得一上一下的？这资历估计是花钱买的，多练练就好了。有道理。鼠鼠鸭，加速，继续加速，让我哥多练练。于是好不容易稳住身形的叶璇又吸入1斤毒气。扎心了，老妹，你可别加速了，臣妾真的承受不住呀！顿时无数怨气值到账，陈老六又解锁了新技能天机阵图。感谢榜一大哥的贡献，我可以窥视天命之子的机缘了。那就先看看表哥接下来会遇上什么好事吧。于是这货在抵达魏国后，直接就溜到了表哥获取机缘的地方。白衣和灵儿去逛街了，表哥去洗澡了，我现在去烟雨阁帮他探路，应该没问题吧？然后就果断变成了叶璇的女人，先去得罪一下人，给叶璇表哥背黑锅。结果刚想进去就被看守的强者拦住。这位公子，还请先验字。验字？验什么字？我都用这个了，还差哪点？闪瞎老夫的狗眼了！把这个法器送给我，就让你进去。哥，您给粉丝准备的5000台华为和苹果都放左下角了。不他妈 K， 听到没？我左下角多的是，你也去领个华为 P70 Pro， 21世纪的高科技昆仑玻璃，耐摔抗倒。等等，你安排这些不会是骗人的吧？反正左下角免费，不要钱的东西试试又不亏，大不了卸载就是了。大家都能领吗？当然，左下角都是给粉丝准备的福利，有5000台华为 P70 Pro 和苹果16 Pro Max。看到这条视频的，完成任务轻轻松松等官方给你送货上门，就近配送，不满意当场换型号。那我马上就去领，不过验字还得验，是检测你天赋的资本，这是紫嫣小姐的规矩。根据天机阵图里的情报，叶璇之所以被选中，的确是因为他的天生道体，而且后面开启那个秘境也需要道体修为和天赋是吧？看好了。只见他抬手间直接进入天人合一状态，然后又迅速退出。卧槽，能这么轻松进入天人合一又退出？莫非阁下是道体？就不能是至尊体或上古重瞳吗？但脸上却笑而不语。现在可有资格进入？进，公子太有资质了。哎，小年纪就是地巡强者，也不知道小姐能不能看上他。公子留步，你推荐的左下角真的有领取链接？我这怎么没有？你要实名注册呀！我左下角是10倍加速链接，和别家假飞利游戏不一样，升级完成任务100%领手机。之前没领到手机的粉丝赶紧冲！结果这货刚进去就开始搞事。这位兄台，你也是来参加紫嫣小姐的考核吗？你什么你？垃圾也配跟我说话？众人都是懵了个逼，能进这里的哪个不是天赋异禀？我刚才是听错了吗？他好像在骂我是垃圾。我也听到了。反正现在顶着叶璇表哥的脸，老子丝毫不用低调。于是这货直接亮出了700个玄关5个神藏。一群垃圾，看什么看？没见过700玄关5个神藏的天才吗？700个玄关，你，莫非你是天剑圣地的神子，传闻中的地玄第一天骄叶璇？没错，我叶璇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愿称你们在座的都是垃圾。注意，不是一个人，是所有人。此时顶楼有个神秘女子皱起了眉头。没想到传闻中的第一神子竟是如此傲慢之辈，几乎瞬间所有天骄都怒了。这个叶璇简直太嚣张了，咱们一起上，干死他丫的！一群臭鱼烂虾，也配我叶璇出手？话落使出了表哥的招牌御剑术，一剑把烟雨阁的天花板掀翻。这个老六穿越成反派后，可以窥探别人的机缘，于是这货变成主角的模样。我叶璇愿称你们在座的都是垃圾。注意，不是一个人，是所有人。特喵的，太嚣张了！一起上，干死他丫的！结果陈老六直接祭出数把飞剑，把所有人炸得四眼八叉，然后使出表哥的招牌御剑术。一群菜鸡，拜拜了！该死的叶璇，我烟雨阁跟你势不两立。3.14炷香后，真正的叶璇洗完澡刚好逛到案发现场。我怎么感觉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召唤我？于是毫不犹豫就走了过去，结果刚靠近就收获了无数杀人的目光。耻辱啊！这个畜生还敢回来！这些人怎么都这样看着我？各位，哥尼玛呀！还想说我们各位都是垃圾吗？大家不要让这缺德玩意开口，直接嘎了他！一时间众人纷纷杀向了叶璇，懵逼的他只能被迫出剑，结果随意的一招就让对面凉了一半。妈呀，这也太强了吧，完全不敌他一招之和呀！可就在这时，一股强大的杀气锁定了叶璇。数字超强。这里竟然有圣人强者！正当叶璇以为要殊死一搏时，一个帅的一批的少年挡在了他身前。家世剑圣柳白，还请前辈手下留情，晚辈陈长生替叶璇表哥向您道歉了。
这少年竟生得如此好看，而且还温文有礼，比这嚣张的叶璇好太多了。婆婆先别出手。哦，小白的面子果然好用。贼老六，你怎么也来了？表哥呀表哥，没想到你表面正人君子，背地里竟然来逛红楼。我只是路过。此时阁楼上的老妪和蒙面少女都走了出来，这身材看的叶璇都是小鹿乱撞。天命之子的这些红颜果然都很锐，要是不抢走他的女神，那我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反派。你说你是剑圣柳白的弟子，可有什么证明？陈老六也不废话，直接施展了柳白教给他的剑诀。看在你师父柳白曾救过我一命，你这神子得罪我烟雨阁的事，就此作罢了。多谢前辈大人有大量。说着看向懵逼的表哥，还不给前辈道歉？我道什么歉？是他们先打我的。我要是告诉灵儿姐姐你来这种地方，你猜她会怎么想？我道，我抢你棒，前辈对不起，完犊子了，被这小子抓住把柄了。于是没人再提之前发生的不愉快，但所有人都是怎么看叶璇怎么不爽。公子可是8年前被陷害挖了弟弟至尊骨，一气之下加入天剑圣地的那个上古重瞳。正是在下，一个被家族视为叛徒之人罢了，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上古重瞳绝对能帮我打开前朝秘境，虽然天生道体也可以，但这个叶璇嚣张跋扈，找到了传承也不可能分给我。今日的考核已经结束了，除了长生公子，其他人请回吧。这还没开始，怎么就结束了？抗议！我们抗议！叶璇也想举手表达自己的不满，结果直接被陈老六推出去了。我表哥说不服的站出来，单挑！华擦，这货又想拿我当枪使，凭什么美女你来推，黑锅我来背？见表哥不乐意，陈老六立刻贴到他耳边：啧，灵儿姐姐真是眼瞎，怎么会相信这样人面兽心的哥哥？叶璇裂开：好吧，我累了，毁灭吧！不服的一起上，目空一切的态度再次把仇恨值拉满。神他们一起上，这就是赤裸裸的侮辱啊！简直侮辱的太对了！我李银巴放弃抵抗。众人都是被雷的里焦外嫩。好家伙，老子以为你要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，结果你竟然直接举白旗。长生公子，我对你的敬仰如滔滔江水，绵绵不绝，游黄河。停，老子对男人不感兴趣，直接进入正题。我只想跟在长生公子身边，鞍前马后。陈老六直接就是警惕了起来。我尼玛，这怕不是遇上同行了吧？之前窥屏的时候就听到了这货想要残害叶璇，打灭，表哥只能由我这个反派来祸害。于是他果断拒绝了李英巴的组队申请。对不起，我这里不缺打手。他不按套路出牌，那我还怎么跟他一起混到秘境里分宝藏？诸位还请回吧。按照我烟雨阁的规矩，这次我们只能选择一人和紫嫣小姐见面。圣人强者都发话了，众人也只能无奈离开，唯有陈老六跟着紫嫣进了房间。公子，你怎么看待亡国之人？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。所以亡国真正悲痛的只有皇家和那些被牺牲的人。这番言论又一次刷新了这位亡国公主的好感。那公子觉得怎样才称得上大治之士？天下太平，人民有信仰，国家有力量，自由平等和谐法治，方可为大治之士。陈老六只是随便说说，结果紫嫣却听得热血沸腾。如此世界真的存在吗？当然存在，只不过在这个乱世很难实现。多谢公子为紫嫣答疑解惑，公子请喝茶。这茶里不会有毒吧？当然不会。而陈老六自然知道这茶有问题，毕竟他在沉睡那8年里开启了医药百科全书，不过还是一饮而尽了。这茶真好。不好，这茶里有毒。这时老妪从暗处走了出来。警惕性不错，可惜还是太年轻了。紫嫣，快给他上奴役。但紫嫣明显下不去手。婆婆，她这么信任我，我不想算计她。装晕的陈老六都忍不住吐槽起来。你这么圣母心，难怪复国成功不了。紫嫣，你现在背负的是亡国之恨，这点儿女情长算什么？等你当上女皇，想让她怎样就怎样。好家伙，真是好家伙！果然每个成功人士背后都有个一心搞事业的哲学家。那好吧，希望你醒来后不要怪我。顿时一道法印钻入了陈老六眉心。这不就是低配版元神锁吗？简直就是青铜遇上王者。于是陈老六假装被魂封了。先让你开心一下吧。3.14炷香后，他迷茫地睁开眼，果然对上了紫嫣复杂的眼神。跪下！从现在起，我就是你的主人，而你必须听我命令，随我一起去开启前朝秘境，完成复国大任。于是这货很配合地装出痛苦绝望的样子。紫嫣，你好狠的心，枉我陈长生聪明一世，竟被你这个卑鄙的女人奴役了。这个老六故意装晕时，一枚奴印突然射入他眉心，明知对方试图用这种方式控制自己，他却兴奋坏了，甚至主动把奴印往自己脑门上按。哟呵，祖坟喷激光了，又白送我一个公主当女仆。不知情的公主还以为陈老六成功被控制。跪下！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的主人，我命你马上随我去开启前朝秘境。而这货也很配合地装出痛苦绝望的样子。紫嫣，你好狠的心，枉我那么信任你，你竟然奴役了我。对不起，等你帮我复国成功后，我就放你自由。见这货成功被控制，老妪直呼干得漂亮。我命你现在就去把叶璇骗来，让他也听命于小姐。
不行不行，天剑圣地派了洛白一护岛，要是叶璇也被奴役，肯定会惊动他。哎，要是把叶璇那挂逼也拉进来，到时候2个人都没被控制，你看我看你，一起演戏吗？老妪此时已经吓成麻花脸。洛白一那个女魔头竟然出来了，我们确实不能动叶璇，事不宜迟，你赶紧去打发她。今晚我们就出发去秘境，切记别让那女魔头看出你被奴役了。哦，这么开。回到客栈后，陈老六故意支开了叶璇和灵儿，偷偷带着洛白一溜了出来。快说快说，是不是有什么大行动？你这老六竟然放弃了坑叶璇？事情是这样。在得知整个计划后，女魔头顿时就兴奋了起来。还是你会玩呀？这种杀人夺宝无恶不作的事，怎么能少得了我洛白一？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。啊，这就同意了。那我去卧底，你躲进我的元神空间，等我摔杯为号，你跳出来大杀四方。洛白一比了个手势，便快速钻入了陈老六眉心。突然，一群天命境的高手将他围住，为首的正是上一集要给他当小弟的李英八。哟，这不是八哥吗？你咋换造型了？八哥，这是在骂我鸟人吗？但还是努力平复了心情。长生兄说笑了，在下今天是来跟你谈合作的，只要让我跟你们一起进入那个秘境，得到的宝物咱们兄弟2人平分如何？而且我手上这件神器也一并送给你。就这玩意儿也配叫宝物？我左下角领取的都是正品国行新机，瞅已经发货了，估计今天就能到。没错，我之前领取的这台都用包浆了。喂，好的，这不就到了？要没问题大家都去试试。好嘞，不过秘境里的宝物咱俩平分如何？你在想屁吃哦，我本来就可以拿到一半的宝物，凭什么要跟你合作？陈长生，以你不到天命的修为，你以为你有谈条件的资格吗？给我抓住他！李英八干脆不装了，直接命手下杀向了陈老六。可惜不等他们靠近，这货已经化作无数残影消失在原地，紧接着召唤出了鼠鼠鸭。八哥，你太慢了，记住哦，反派死于话多。等众人反应过来，鼠鼠鸭已经是噗的一声弹射而出，只留下一堆黄褐色气体将他们包围。快堵住鼻子，这孙子贩毒！这特么的不是毒，是粪！陈长生，我跟你势不两立，传我令，把陈长生出现在魏国的消息散播出去，就说他找到了前朝秘境，只要杀了他就能得到前朝宝藏。李英八桀的怪笑起来，像一个巨大的粪团，一抖一抖的。公子你好臭！是谁乱扔东西？哎呀，八哥，这是我的快递到了。领的手机这么快就到了，那你还不快试试？没啥问题，是正品国行新机，链接就放在这条视频左下角，像这样下载升级就行。不过左下角准备了多少货？我们家屏幕前这么多兄弟购买，苹果15和华为 Mate 60不限量，华为 P70 Pro 5000台，这么多，那我就奔着新款 P70 Pro 去了。去吧，我还给兄弟们安排了1000倍爆率的鬼符版本。而此时，陈老六已经坐上了紫嫣的飞舟，3人马不停蹄地朝着秘境的方向飞去。某个大荒深处，16岁的陈浩正狠狠攥着一封信，胸口处一块耀眼的至尊骨已经长成。陈长生，你终于肯出来了，8年了，你可还记得当初被你挖了至尊骨的弟弟？话落，的一下朝着大荒外飙去。此时，陈老六这边疯狂收到怨气值，至尊级天命之子陈浩怨气值加2000，加5000，加1万。我了个大草，二弟今天是吃了欧力给吗？怎么这么忙？他一脸好奇地对陈浩使用了天机阵图，至尊骨重生，得柳神传承。嗨呀，我亲爱的欧豆豆，你终于要出来找我报仇了吗？我在魏国也很是想念呀。很快3人就来到一个巨大的瀑布前，这里就是秘境入口，只有前朝血脉加上特殊体质才能打开，我修为太高进不去。圣人进不去，那洛白一能进去吗？理论上他现在只是一个符文，应该可以吧？紫嫣，抓紧时间，我会在外面接应你们。紫嫣点了点头，迅速从指尖挤出一滴鲜血，凝聚成符文。长生公子，快用上古重瞳为这道符文赋予神力。这么开！陈老六毫不犹豫就激发了上古重瞳，咻，符文顿时散发出阵阵金光，紧接着一道空间漩涡出现在眼前。紫嫣，快进去！也就在这时，一只巨大的手掌朝着陈老六和紫嫣拍来。不好，有圣人强者！老妪脸色一沉，直接就迎了上去。你个老逼灯，真不要脸，竟然对小辈出手！而此时，李英八已经带着一群手下闪到了入口处。长生公子，真是多谢你们帮我打开秘境了。八哥，你真是阴魂不散啊！眼见李英八等人已经进入了秘境，老妪焦急地大喊了起来。快进去，不然秘境要关闭了。可这时李青山一声令下，给我拦住他们！顿时无数箭雨朝紫嫣这边飞来。完蛋了，BBQ 了，要个屁了！千钧一发之际，陈老六挡在他身前，口念咒语：“阿不吃的喝一即可活泼摸夫，是让上古重头看。”只见飞剑顿时停止向前，陈老六随手抓住一把瞎鸡巴乱扔，扑哧，对面一半的射手被射了个透心凉。快走！趁机拉着紫嫣丢的一下飞进了空间通道。剩下的李家高手只想回家找妈妈，可李青山下令：“快追进去，把他们杀了，为我而创造机会。”秘境内，陈老六和紫嫣被传送到一片灰蒙蒙的世界。李家人并没有跟我们在一起，看来这里是随机传送。长生公子，你也太强了吧！刚才紫嫣差点就嘎了，幸好有你在。陈老六回头发现紫嫣看自己的眼神不对劲，
大姐，你不会是对我有想法吧？不行，女人只会影响老子拔刀的速度。其实也不是我太强，是你有些弱。臭直男，活该你单身。紫嫣刚升起的好感直接扑灭。咦，这里怎么凉飕飕的？不会有什么阿飘吧？结果话音刚落，紫嫣吓得直接跳到了陈老六身上。那边全是阿飘。陈老六往那边一看，只见无数猩红的纸片人正注视着他们。哥哥，玩游戏吗？这个老六第一次闯秘境，就被一群可爱的阿飘盯上了。哥哥，来玩游戏吗？我了个骚刚！我妈不让我跟纸片玩呀！正想拒绝，却被紫嫣捂住了嘴巴。不能拒绝的，否则她会诅咒你，把你也变成纸片人。听到紫嫣的传音，这货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。我尼玛，这密密麻麻的纸片人大军，不会全都是拒绝过这个小女孩的吧？玩什么游戏？小女孩闻言很开心。哥哥，你真是大好人哦！那我们玩剪刀石头布吧，谁输了谁贴一张纸。为什么是贴纸游戏？这要是输了，老子血亏呀！可此时纸片女孩已经抬起了小手。哥哥，游戏开始喽！哎，这女孩是纸片，最可能出布，那我出剪刀稳的。不出意外的女孩果然出了石头。哥哥，你输了就要贴贴哦。顿时一张纸片人朝他飞了。我擦！来真的！吓得一个机灵，把纸片人劈成两半，然后拉起紫嫣撒丫子剃头跑路。身后的小女孩被气出了土拨鼠尖叫。哥哥，你不讲信用，糖糖真的生气了。话落，整个空间都开始暴动，所有纸片人都抽风的朝两人贴来。紫嫣一整个吓出了泡面头。你不要过来啊！两人疯狂的抱头逃窜，只是没逃出多远，那瘆人的声音就出现在前方。哥哥，你逃不掉的。他手里还出现一个跟陈老六长得一样的纸片人。我了个豆，这是死亡通告，一旦生效，整个鬼域的鬼族都会追杀你。突然的画像怪笑着朝陈老六飞了过来。我操！这鬼东西在抽我魂魄！慌忙之下抬手想要拍飞，只是没想到那纸片却贴在了他手上。不行，我得摇人。哎，这里怎么没信号？来，用我这个打卫星电话。我操，你怎么有华为 Mate 70 Pro？听说这是21世纪的高科技，科冷玻璃耐摔抗造。哟，挺懂呀，不用羡慕，你也可以领。我左下角都是给粉丝的福利，有5000台华为 Mate 70 Pro 和苹果16 Pro Max。等等，这些不会是骗人的吧？反正左下角免费，不要钱的东西试试又如何？大不了卸载就是了。那行，我现在就去。去吧，看到这条视频的，完成任务直接送货上门。哥哥别走，留下来做糖糖的纸片人吧。完犊子，被诅咒了。此时被贴的那只手正在变成纸片，就连头发也开始变白了。贴完诅咒后，小女孩又飘向了紫嫣。姐姐，你也来玩游戏吧，3个人的游戏才好玩呢。可此时陈老六却缓缓地抬起了手，然后一剑砍掉被贴到的手臂，诅咒也随之断开。纸片女孩看得目瞪鬼呆，这可怎么办？这只手还能抢救一下吗？这边紫嫣都急哭了，陈老六却不慌不忙地口念咒语。阿不吃的，滋吃丝，丝昂上上古重童生。顿时一只新的手臂长了出来。我去，帅瞎了酷毙了！重童之力竟然能让断臂重生。哎呀，还是做一个2臂人舒服啊！哎，2臂，我怀疑你在骂自己。行了，别逼逼，快告诉我这些纸片人有什么缺点？既然躲不掉，那就全嘎了。他们怕光，可咱俩一个水身体，一个重童，都不是光明系。光明系？你是说这个吗？话落就看到陈老六身后凝聚出一个巨大的太阳。On my eyes, strange on my very eyes。无数纸片人眼睛瞎了，身体也被点燃了。我操，简直太像鬼了！鬼要会分掌吗？你不是重童吗？怎么还会昊天神辉？难道你是双神体？陈老六没回答，而是趁机扛着他跑。溜了，我这昊天神辉也坚持不了多久。结果没跑多远，又被一群抽风的僵尸堵住了。我还没挖过。不愧是你推荐的，这就发货了。我还没挖过。你要实名注册呀！现在上线还能解锁祖龙神兽和满级 VIP， 无限触发全屏龙吼，挂机能升级速度翻倍，苹果华为轻松拿。我测草会母鸭，有完没完？这些僵尸怕什么？他们怕火，咱俩一个水神体，一个重童对他们。只是不等紫嫣说完，陈老六已经凝聚出无数火焰，直接来了个红烧僵尸。哎，这是什么妖孽？莫非这是他开启的深藏之力？可刚想到这里，我还没挖过。一群新鲜出炉的僵尸又蹦了出来。杀完一批又来一批，还让不让人休息？没办法，谁让你中了死亡通告呢？这片地狱的生灵会一直追杀你，直到你死或者逃出去。那我们就绕开这些鬼东西，直接去拿宝藏。告诉我你们家的藏宝之地。绕不开的，咱们必须收服这里的真灵，才有机会打开最终的宝藏。而且整个秘境有7个真灵呢。真灵吗？放心，我会出手。话落直接进入天人合一，与这个世界的规则产生了共鸣，很快就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。都怪那个会发光的坏哥哥，他毁了我的纸片人。哇操！这个世界的真灵竟然是那个卖纸人的女孩，逃了半天还得回去。
只能暴露1/3的实力了。于是这货又扛剑一路杀了回去，只是片刻，无数僵尸还有纸片人又死了一遍。紫妍一整个看得目瞪口呆。哎，这简直无敌了！有这样的实力，他之前为嘛要断臂啊？小纸人，识相的就乖乖被我收服，不然我杀光你的纸人，让你一个玩的都没有。简直欺鬼太甚！纸片女孩对陈老六恨到了极致，直接调动了整个鬼域的诅咒之力。快哥哥去死吧！随着狂暴的诅咒之力降临，这货开始疯狂吐血，就连肉身也飞快坏死。这一幕可吓坏了紫妍。这是最恐怖的死亡诅咒，快逃！逃出这里就有机会减弱这个诅咒。女人，你是在心疼我而哭泣吗？紫妍简直哭笑不得。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？背起陈老六就撒丫子跑步。陈长生，你不能死在这里，你还要证明不是你挖了弟弟的至尊骨。可是离开这里，你的宝藏就没了呀。紫妍，你真的要放弃复国吗？闻言，紫妍呆愣在原地。离开就什么都没了，可是不离开，陈长生就会死在这里。沉思片刻后，他终于下了决心。不，我要你活着，复国的事以后再说。我勒个豆，大姐你不应该这样呀！这死亡诅咒对我根本没用，我是在骗你的眼泪啊，亲。眼见紫妍已经掏出保命的传送符，准备带着两人挪移，陈老六只能演一波了，直接把紫妍推进了防护罩。妍儿，看见你第一眼我就深深的爱上了你，所以明知道你要契约我，我也甘愿成为你的奴隶。但心里想的却是，大姐你快走吧，不然我怎么发挥全部实力啊？不，长生，我不要复国了，我只要跟你在一起。眼泪如决堤的洪水，将无数亡灵冲飞。西湖的谁我的泪啊！这边陈老六还在接着忽悠。妍儿，比起我的性命，我更希望你快乐的活下去。说着，一把推走了防护罩，去做你想做的事。走啊！不，长生，我不要一个人狗活下去。而这货送走紫妍后，也终于露出了真面目，biu的一下就闪到了正在狗叫的纸片大军中，还叫烧你们来了！这个老六在刷怪时偷偷隐藏了9层实力，结果就被这群小怪当成菜鸡狂追800条街，甚至想将它做成纸片。于是这货决定不再装菜，还叫烧你们来了！堂堂和纸片人都被气到破防，想不通这货刚才还怕得要死，现在怎么这么勇？来仨，来咬我呀！于是，一群纸片人将陈老六淹没了。可惜咬了9989个小时，却根本伤不到他分毫。哎，一群弱鸡，给你们机会也不中用呀！阿波吃的波破魔佛，上古重头，开！顿时，一股恐怖的漩涡出现在这方世界。原本愤怒的纸片女孩，吓得把尿不湿都尿湿了。3.14炷香后，世界终于安静了，因为这货直接把整个鬼域收进了重瞳世界。搞定鬼域后，陈老六又杀到了火域。我就躲在这无数的火焰中，谁都别想找到我。火灵原本想着只要苟过这一集就安全了，可他不知道有个老六化作了一团火焰，悄咪咪的混了进来。不等他反应过来，就被一只大手捏住了。哎，我怎么被自己的火抓住了？大大的脑袋闪过小小的问号，结果刚一回头，砂锅大的拳头砸得他脑袋瓜子嗡嗡的。卧槽，有老六！等他反应过来后，已经被收进了重瞳世界，看到了正在里面抱着膝盖哭泣的英灵堂堂。老妹啊，你怎么也进来了？说来话长，估计等会儿都能凑一桌麻将啦。完事，去下一个地方。结果刚准备离开，就发现李家人也在这里。该死，这火灵到底躲在哪里？已经进来1集了都没找到。少爷，家主特意让我把这个交给您。哦，这不是我老爹的宝贝摄魂铃吗？有了这个玩意，我就不信抓不到火灵。可他不知道，不远处有个老六已经盯上了他的宝贝。鼠鼠鸭出来干活了。于是3.14炷香后，鼠鼠鸭变出了无数冒牌的火灵，而陈老六则贱兮兮地戴上了防毒面罩，将几十斤母猪也上树倒进了火焰中，整个火山顿时冒出滚滚青烟。打，你这是要干嘛？鸭呀，八哥好不容易来一趟秘境，我这不是帮他寻找真爱吗？男女只是为了传宗接代，男才是真爱，刚好他们全是男的。哦，你好坏，我录像时准备好了。一切就位后，这两货又偷偷狗到了暗处。少爷，快看，那边在冒青烟，而且有好多火灵。我也看到了，我确定不是祖坟上的青烟。少爷，我们要去吗？去，必须去，把这些火灵全抓了，我就不信没有一个真的。李八哥直接就带着众人杀了过去，只是没想到在抓住几个火灵后，众人都开始不对劲了。兄弟，我怎么感觉你今天格外妩媚动人？奇怪，我怎么也有这种感觉？不远处的两个老六也是激动了起来。来了，强人所难，难上加难。卧槽，这火有毒，快屏住呼吸！李英巴终于反应了过来，可此时几个属下已经妖娆地朝他走来。你们想要干嘛？少主，您太体贴下属了，我们想跟您体贴一下。你们别过来呀，我一点都不体贴，你们自己贴。李英巴吓得拔腿就跑，只是没想到有个老六直接闪到他跟前，狠狠给他来了一脚。我的窝呀！李英巴直接倒飞出去，摔进了一群属下堆里，一次次挣扎着想爬走，却又被一群属下一次次拖回去。
嘎，八哥太惨了，他要是知道这具花残的画面被我们录了下来，会不会直接气死？结果回头发现陈老六不见鸟，而录像室里则多出一只手顺走了李家人的衣服。啧，我还是太仁慈了，这储物袋我就勉为其难替你们保管吧。鼠鼠鸭都恨不得甩这货一脸666。嘎，我丫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呀。有了摄魂灵，接下来抓真灵就简单多了。于是这两鬼畜又朝着下个地狱杀去了。良久过后，李英巴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抱头痛哭，身后是一脸迷茫的属下。都是畜生，偷走了我的摄魂灵，连一件衣服都不给留。一个属下捡起洒落一地的窝窝头，少主装上吧，有总比没有的好。滚，给我滚蛋！那个属下吓了一跳，给你蛋滚，少主别生气。李英巴差点气得喷出一口老血。神他妈的给我蛋滚！老子是让你滚呀，不是给老子滚这个蛋。都让我滚呀！好的。于是那个憨逼手下竟然蹲在地上，小心翼翼地推着窝窝头滚了起来。滚蛋，我滚蛋！我叫民兵葛2蛋，你叫民兵葛1蛋，蛋炒饭蛋啊，蛋荷包蛋双黄蛋。李英巴气得一口老血喷了出来，杀了吧，然后把他的语文老师也给我找出来，我特么要诛他9族。2日后，阴灵、火灵、土灵、木灵、精灵和阳灵全都整整齐齐的在重同世界相聚了。是不是那个人轮回了？应该不会吧，或许只是相同体质的上古重瞳呢。如果真是那个疯子，那这世界又要掀起血雨腥风了。几个灵体想到那个画面，都是下意识的打了个哆嗦。哎呀，七龙珠终于要聚集了，是时候去水域找紫嫣表妹了。这时一道声音在脑海中响起，系统即将升级为怨气小鸡，可以为主人收集一些未具象化的怨气值，从而兑换更多强大的 buff， 是否升级？哟，还能这么玩？升级！此时身在魏国的叶玄气的一巴掌拍碎了桌子。陈长生，你不够朋友，竟然背着我和灵儿去前朝秘境寻宝物。我那恶心可怜的哥哥，你可千万别死在前朝秘境里啊！我这就来找你报8年前的挖骨之仇。一个开了垃圾玄关的重瞳罢了。不过这个前朝公主和前朝秘境倒有点意思。一时间，所有天骄都马不停蹄地朝陈长生这边杀来。此时他面前飘着一只狗头鸡身的怨气鸡。恭喜欺骗天命之子的青梅竹马，怨气值加999。另外，陈浩、叶璇和徐乾也是几千上万的刷了起来。榜一大哥和我那蠢弟欧豆豆怎么都上线了？欺骗天命之子的青梅竹马是指灵儿姐姐吗？他们不会全都来这个秘境了吧？于是这货加快速度杀到了水域。长生，你死得好惨啊！紫嫣好伤心，泪水把这片水域的小湖哭成了一片大海。此时水灵正瑟瑟发抖地捂着耳朵。你别哭了，求求你了，这水域的水都快被你的水吸收完了。陈老六杀到的时候，水灵仿佛看到救星似的抱住了他大腿。救命！求求你带我走吧，我不想再听到这个女人的哭声了，她的眼泪不讲道理呀！陈老六简直无了个大语。我了个豆，这会不会太简单了？长生啊，生生啊，你不是死了吗？我也以为我要死了，但是关键时刻上古重瞳开启了第2形态，救了我一命，还收集到了其他6域的真灵。说说吧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哭？我是被传送符送过来的，我以为你嘎了就一直哭，然后就哭出了一片大海。陈老六真是哭笑不得。大姐，我一个反派不配啊！我已经集齐了7个真灵，接下来要怎么开启下一步？去秘境之墓，用我的血和7个真灵，就可以开启主墓地。秘境之墓吗？一想到叶璇表哥还有2弟已经是来了，陈老六不由得笑了起来。走，我们先去把墓门打开，让别人先进去。可是我们好不容易集到了7个真灵，如果让别人先进去，我们怎么得到里面的宝藏？放心，他们拿不走。无尽的宝藏就藏在这座神墓里面。这个老六打开墓门却不进去，只因他在等一只小白鼠进去探路。没想到第一个送上门的却是上集被他变成姐妹的李英巴。嗨呀，八哥，这么快就恢复了？陈长生，你这个畜生！上一集对我们下药的人果然是你，我都不知道该感谢你2次给我们开门，还是恨你不当人。少爷，别跟他废话，直接嘎了，把他给我们下的药全部给他下一遍。没错，顺便把他也变成姐妹，让他滚蛋。此话一出，李英巴气得脸都黑了。我测草灰母呀！要不是老子人手不够，真恨不得把这憨比埋了。陈长生，我要杀了你！李英巴直接就施展了空间神域，将这片区域给封锁了。可陈老六并没有逃跑，而是不慌不忙地砍断了一截树枝，又让树枝重新生长出来。可惜了，我的重瞳拥有再生之力，说不准真能让你恢复原样。原本愤怒的八哥顿时兴奋了起来。这是上古重瞳的升级之力，快！只要你帮我重生，我可以留你一命。啧，可惜我这生机之力每天只能用1次，你只能等明天了。陈长生，你今天不帮我恢复生机，就别想活着离开。
开！李英巴再次出手想抓住他再谈条件，可这空间封锁就跟纸糊的一样，陈老六直接就拎着一人一鼠穿了过去。拜拜了，八哥，想要恢复原样，明天拿你的宝贝来换。话落直接消失在原地。该死，该死，该死的老六！李英巴气得直跳脚，可木门已经打开，他又不能去追。少主，宝藏要紧了，一个鹅也不是不能用，宝藏没了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憨比再次出言不逊，把愤怒的李八哥差点气死。闭嘴吧你！要不是老子缺人手，真恨不得埋了你。哼，闭嘴就闭嘴，又不是我踢的你，你凶我干嘛？有种去凶陈长生呀，他才是把你变成姐妹的凶手。埋了吧，立刻把他给我埋了！等等，先别埋，他们都说这憨货长得像葫芦啊，我拍照留个纪念。哎，你换新手机了，旧的呢？旧的我直接放爱回收卖了，可方便了。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那台用了很久的苹果13还卖了3000多，不愧是上市公司。要我说，回收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找爱回收准没错。逃出李家的包围后，陈老六又伪装成一棵大树苟了起来。这时，一个虎了吧唧的少年出现在面前。嗨呀，这不是我那蠢弟欧豆豆吗？突然，一道道神秘的符文散发而出，跟外面的蠢弟欧豆豆呼应上了。我尼玛，至尊谷不是被元神书吞了吗？怎么在这个时候热起来了？陈浩也是一脸卧槽的看向了大树。这里竟然有堪比柳神的神树，不愧是前朝秘境，到处都是机缘呀！本以为要暴露的陈老六也是无了的大语，这二弟多少是有点二啊。于是压低嗓音开启了大忽悠模式。少年，你相信光吗？这时陈浩闭上了眼睛，恐怖的灵力漩涡朝着他身体里涌入，头顶上竟然出现了一个大道熔炉，一旁的紫嫣简直看得目瞪口呆。我这是出现幻觉了吗？怎么会有2块至尊骨？而且竟然有人随意看到一棵树就能天人合一。陈老六也是直呼好家伙，真是好家伙，狗天命又不讲道理了，这就要领悟大道熔炉了，而且还是我帮忙的。于是一声咳嗽直接打断了陈浩。错了，少年，路错了。哇靠，这是什么破树？我的大道熔炉都快搭建成功了。陈浩正想破口大骂，却在这时听到了《道德经》。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《道德经》讲究顺势而为，而大道熔炉讲究逆天行事，这2种理念还不搞得你脑袋嗡嗡炸开？陈老六主打一个误人子弟，我一个反派，让天命之子多走点弯路，很合理吧？陈浩果然陷入了迷茫。好玄妙的大道之理，原来神树是觉得我的大道熔炉走错了呀！丁，恭喜主人让天命之子误入歧途，获得100万点怨气值。我勒个豆，赚麻了呀！而陈浩也是将《道德经》死刻进了脑子里。多谢神树再造之恩，晚辈感激不尽。对着陈长生和紫嫣行了一个礼后，就朝着木门赶去。等他走后，陈老六都快笑抽了。这个蠢弟欧豆豆笑死我了，他对着一棵树行礼，哈哈哈笑不活了。一旁的紫嫣突然意识到这陈长生就不是个好人，可自己契约的小弟他能怎么办呢？臭长生，你简直太坏了！要是他知道这个古树后面是你这个挖了他至尊骨的哥哥，估计会气死。3.14炷香后，叶璇、徐乾以及10大世家全到齐了。嗨呀，好戏可以开始了！陈老六用数鸭的能力，把自己和紫嫣改了面容和气息才出去。正在埋人的李英巴直呼晦气，怎么来了这么多人？都怪这憨逼耽误了时间。已经被埋了一半的憨比顿时兴奋地大叫了起来：快把我捞上去！少爷，我觉得我还能用一下，现在人太多了，人手不够，严重的不够。李英巴也是无了个大驴，这个憨逼也是离谱，每一次都能活下来。哎，先捞上来吧。随后李英巴就拦住了徐乾他们，这门是我李家千辛万苦才打开的，诸位想直接进去，是不是太不尊重我李家的劳动成果？我勒个豆，八哥这么勇吗？陈老六默默在心里替同行上了3炷香，3个天命之子齐聚，随便一个都能让你体验孟婆汤了。果不其然，一顿惨叫后，李英巴终于老实了。本以为除了叶璇自己同辈无敌，结果冒出来一个老六陈长生，把他变成了姐妹。后来以为除了这2人他可以同辈无敌了，没想到又来一个徐乾，又把他打败了。好，这下除了这3人，应该没有人比我更强了吧？一旁的陈浩默不吭声。大家多伤和气啊！我提议大家团结一致，先得到古墓里的宝藏，出来再争也不迟。可以，毕竟我那同门陈长生也进来了，最好不要让他渔翁得利了。陈浩顿时握紧了拳头。陈长生，那个自己痛恨了8年的人，我来了，你还不出现吗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陈长生那个老六已经被我逼走了，现在不在这神墓里。长生，你把长生怎么了？叶灵儿直接急了，哥，我们要不要等他一下？原本一脸淡定的叶璇顿时脸都绿了。老妹啊，他骗了你自己来秘境，你还要等他？心塞，好心塞。放心，谁死了那个祸害都死不了，他撇下我们的账还没算呢。知道了。于是众人达成一致，小心翼翼地朝着大殿走去。这个老六只是在秦始皇墓里喊了句“同志们辛苦了”，上万兵马俑就集体给他鞠躬让路。这操作把前朝公主都看傻了。我勒个豆，这年头盗墓都搞阅兵仪式了。紧接着他又喊了一句：“同志们进来坐坐吧。”上万兵马俑竟然齐刷刷被收进了重瞳世界。这1万兵马俑拉出去还不杀疯了？
什么鬼呀？这些兵马俑为什么会替你指挥？实不相瞒，我是秦始皇他二舅老爷的私生子。更离谱的是，这货又化身坑地狂魔，仅用1万灵石就骗走了狗弟几个亿的小金库。两人进入下一关，发现无数修士卡在这里不愿前进。这是生死门，选错了就会死。长生，我们要怎么选？嗨呀，这不是被我挖了至尊谷的欧豆豆吗？跟我大兄弟选准没错。陈老六社交牛叉症又犯，兄弟交个朋友吧。一开始陈浩还是很谨慎的摇头，听说外面的世界很复杂，我得小心点，别被人骗了。结果陈老六直接塞给他1万灵石。好兄弟，这些灵石你拿着，全当交一个朋友。陈浩亚麻呆住了，这人怎么这么大方？难道外面的世界都是这样的？我知道灵石挺值钱的，我不能收。等的就是你这句话，兄弟收下吧。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，可以用一些你的东西来交换。那好吧，这是我从大荒挖的草，就送给兄弟你了。好，这特么是千年灵药，随便一株就价值几十万了。这傻小子还觉得拿不出手哦。好兄弟，下次多带点草，刚好哥做的就是卖草生意。还有吗？我全收了。陈浩都感动哭了。长庚兄真是好人啊！于是又掏出一捆草递了出去。好兄弟，这件灵衣送你，还有这把鞋也不错。陈浩就这样迷失在一声声好兄弟中，用价值几个亿的宝贝换了一身骚包的衣服，心里还美滋滋。长庚兄真是我的贵人。哎，我愚蠢的欧豆豆也太好骗了，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不好意思怎么办？那就多骗点。于是他又掏出一把圣品宝刀。好兄弟，别跟哥客气，这个也给你。陈浩直接泪目了。长庚兄舍不得呀，这太贵重了，而且我不用刀。不用刀就对了，就是知道你不用刀才送你好刀，不然你怎么弃剑从刀多走弯路呢？你兄弟你的天赋，现在修炼刀还不是 so easy。陈浩当下就抽了自己一巴掌。我真不是个东西，长庚兄送这么贵重的宝刀给我，我却只是给他一些没用的草。当下又掏出一块稀有金属递了过去。长庚兄待我如手足兄弟，我这块石头送给你。一旁的紫嫣都看傻了，什么鬼？那可是一块稀壤呀，圣人都得抢破头的。这傻孩子被卖了还帮人数钱呀？哎，你说你跟为兄客气啥？我都说了不要回礼，不要回礼。这一幕把紫嫣憋得脸都红了。家人们谁懂呀？这人简直就是个坑地狂魔，挖了人至尊谷不说，还变了样子来骗人家的宝贝。长庚兄真是我的好兄弟。好兄弟一辈子。叶璇装逼症又犯了。我叶璇向来向死而生，就算这是死门，老子也给他做成生门。说完带领天剑圣地走了进去。向死而生，这叶璇不愧是神子，很帅。帅？那是装逼上瘾了。这货和挖你至尊谷的陈长生是一伙的，都不是好东西。我操，你要不要这么狠？为了挑拨离间，连自己都骂啊！长庚兄说的对，叶璇跟陈长生为伍，枉为君子。两个天命之子狗咬狗，爽彪彪！恭喜主人污蔑至尊天命之子，获得200万怨气值；挑拨两大至尊天命之子的关系，获得500万怨气值。长庚，我们怎么选？我拿叶璇的苦茬子发誓，跟我浩兄选，稳的一批。谁在诅咒我？有道理，不愧是长庚兄，我们就选生门。陈浩啊，你聪明点吧，不然苦茬子都被他忽悠走了喂。这时李银巴带着一群小弟来碰瓷。嘿，那个土鳖，来给我们探一下走哪个门。现在叶璇和徐乾都走了，这生死门前是在下无敌了。可此时陈浩明显怒了，你找死哟！一个小散修这么横，我家少爷让你探路那是你的荣幸，你竟敢不答应，是想滚蛋吗？这憨货开口就是滚蛋，显然是对滚蛋有了执念，不能留了，回去直接埋了吧。不等他反应过来，陈浩已经出手击飞了10人，紧接着闪到了他跟前，飞起一脚猛踹了上去。李英8秒变西瓜冤种，为什么都要踢我的西瓜？我的西瓜招谁惹谁了？这时憨比开启滚瓜艺术家模式，抱着西瓜满地打滚。少爷不哭，西瓜没了没关系，疼还在就好。李英8要疯了，你别滚吧，还给我！我没滚啊，我在滚西瓜。你特么是滚上瘾了吗？你给我滚！好的，少爷，我正在滚。憨比一副我懂你的表情，直接滚着那个西瓜进入了生死门。把我的西瓜还给我呀！给我抓住这个憨货，老子早该埋了他！愤怒的李英8带着小弟追了上去，结果一回头，人没了一半。看着仅剩的4个天命强者，李英8是崩溃的。西瓜，我的西瓜呢？这时憨比抱着烂掉的西瓜滚了过来。少爷别怕，你最后的西瓜还在，虽然碎了，但还能榨汁呀！榨你！这西瓜都馊成孟婆汤了。李英8现在只想宰了这憨货。少主，现在人手严重不够，我觉得我还可以多活几天。无伤通过生死门后，陈浩都感动哭了。长庚兄，你真是我的贵人呀！可不，坑你一次够我吃3年。此时叶璇和徐乾2大逼王正被众人跪舔，因为他们的队伍全员无伤通关了。叶神子、徐公子，带我们吧！陈老六直接就高调的大吼了起来：“都给老子跟陈浩，我们也是全员无伤，而且他可是至尊谷。”陈浩也很配合的点亮了至尊谷，众人仿佛看到老婆饼里有老婆，
我去，陈家的至尊骨重生了。那个短小的玩鸟小子，你看个屁啊！区鲲鹏神体也敢跟我浩哥比？还有那个玩剑的贱人，你们在至尊骨面前算什么东西？徐乾直接气到变形。我不短，我鲲鹏神体长2.8米。叶璇也是拔剑了。至尊骨了不起啊，有种打一架。哥，我只想好好苟起来拿宝物呀，你直接给我得罪光，这可怎么整？陈浩正想说误会，陈老六直接就是一口唾沫喷了出去。真当我浩哥怕你们呀？这个老六穿成反派后觉醒了坑弟系统，于是他贴心的帮狗弟把天命之子通通得罪了一遍。那个短小的玩鸟小子，还有那个玩剑的贱人，你们在我弟的至尊骨面前算个屁啊！我不短，我鲲鹏神体长2.8米。至尊骨了不起吗？有种打一架！狗弟人麻了。哥，我只想低调苟着捡装备啊，你怎么把人得罪光了？但也只能硬着头皮站出来。我长庚兄有我保护，不服来战！打起来，打起来！眼瞅着3人正要干架，无数血雾裹着小可爱们涌了出来。不好，这是诅咒之物，千万别被碰到。而陈老六反手把陈浩薅到身前。浩兄别怕，我来保护你。陈浩懵逼的就像狗弟。哥，你是不是站反了？我这是帮你挡住身后的危险。此刻弹幕要是能实体化，老弟的100种用法肯定刷屏了。陈浩一脸悟了。多谢长庚兄。不远处的叶灵儿却若有所思。难道他是？卧槽，这丫头不会认出我了吧？要是被拆穿，岂不是要被3个天命围殴？解决完血雾，众人正要踏上符石，陈老六想起窥屏时的画面，突然大吼：“嘿，叶灵儿是吧？有没有兴趣做我浩哥的道侣啊？”你找死！叶璇气得拔刀的手都在抖，眼神仿佛在看德国骨科在逃犯。就在2人激情对视时，冲在最前面的葫芦娃兄弟踏上符石，下一秒符石崩塌，火焰瞬间将他们炸成奥尔良葫芦。完蛋了，芭比 Q 了，要烤糊了！一番折腾后，最后活下来3个属下。离谱的是，那个憨底还活着。少主别怕，西瓜还在，烤得刚刚好。此时兄妹俩都是震惊的看着陈老六，好险，刚才差点折在里面。叶灵儿当下确定了，神他妈长庚兄嘛，这家伙一定就是长生，他果然是在乎我的。哎，马甲还是掉了。于是他疯狂对叶灵儿使眼色，要不是我活跃气氛，你们早成烤肉串了。说一声酸撇很难吗？叶灵儿也 get 到陈长生的意思，是让自己不要拆穿他。听我说，谢谢你，长庚兄。陈老六嘴角抽了抽，小灵儿妹妹，知道就好。见妹妹跟别的男人眉来眼去，叶璇已经是酸到不行。这家伙怎么跟陈长生一样讨厌？等出了神木，名字带长的都得死。随着符石崩塌，进入下一关的传送门也出现了，但徐乾和李英巴都躺平了，不愿前进。退！再探路就团灭了。这时陈老六却正义凛然地站了出来：“你们辛苦了，接下来的危险让我扛。”他怎么突然这么积极？众人顿时懵了个逼。说好的狗王呢？泥人射崩的比发际线还快喂。长庚兄，前面刚出过变故啊，你真要打头阵吗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？总不能一直躲在友军背后吧？陈浩都感动到羞愧。长庚兄，你太伟大了，我自愧不如。哈，这货会这么好心？叶璇显然是不信的，结果回过神却见自家妹妹已经贴到陈老六边上。葱丫，我天堑圣地，愿助长庚兄探路。我尼玛，名字带长的果然都不是好人。以前陈长生忽悠自家老妹就算了，现在又来个长庚，下次是不是还有个长脚蜈蚣？那啥，我单刷副本就够了哈，你不用跟着我冒险。我会跟紧你的，石头牛都拉不动的那种。老子一个天命反派，竟然被女主影响搞事业的速度。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等下不当人了。说完，啵的一下直接冲了出去。这货是不是疯了？前面可是地狱模式啊！但很快众人都是握了一把草，因为里面全是天品灵药圣药。我操，土匪转世啊！只见陈老六直接化身人形收割机，瞬间将各种灵药薅成光秃秃的葛优头，就连这片空间的灵力都被抽干了。紫妍、陈浩和叶灵儿都是一脸茫然。我是谁？我在哪？灵药呢？这时陈老六满足的打了个饱嗝，空气里飘来一股老坛酸菜味。灵力没吸到，尽吸这老六的口气了。众人都是撸起了袖子准备干架。退！凭什么大家一起来探险？好处全让你拿了，必须拿80%出来分。我兄弟陈浩至尊骨，不服来打我兄弟！无耻啊！有种你不要靠至尊骨，自己出来打！有本事你也找一个至尊骨的兄弟啊！抱大腿又不丢人。尼玛，说的好有道理，我竟然无法反驳。了不起！至尊骨强大就可以独吞。我没有，我什么都没说呀，怎么一个个都恨上至尊骨了？陈浩人傻了，但人家都欺负到头上了。至尊骨不怎么强，但是打你们几个够用了。眼见3个天命又要干架，陈老六暗中狂喜。打，往死里打！3个狗天命最好3败俱伤，这样自己就不用时刻担心领盒饭了。哥，不许打架！叶璇秒怂。好嘞，老妹。老子好不容易拱起来的火呀，你说灭就灭！快看，下一关的传送阵出现了。
都别拦着我，我继续帮大家探路。谁让我大兄弟是至尊谷呢？这王八犊子还想故技重施，跟在他后面连汤都喝不上。于是众人齐刷刷冲在前面，叶璇也想冲，却被自家妹妹拽住了。哥，我要跟至尊谷他们一起。灵儿，这人比陈长生更狗呀，你跟在他后面一根毛都捞不到。殊不知灵儿早就识破长庚就是长生，以这货的德性，有好处，他怎么可能走在后面跟着这个坑哥？哪里有跟着长生有意思？我叶璇发誓，以后名字带长的，绝对不能让妹妹认识。此时紫嫣警惕地看向了叶灵儿，这女人不会是喜欢你的。陈老六没回答，而是故作叹息。哎，浩兄，你的至尊谷好像不太好使了。实际上这个窥屏怪早就知道，除了这片灵田，其他地方全是危险。一群大冤种，冲吧！这个老六在盗墓室故意隐藏了9层实力，别人冲在前面送人头，他就苟在后面摸尸体。这波送的好呀，我会帮你们照顾好储物袋的。紫嫣也是无了个大语。我跟这货不认识。前方神木太后所在，天灾相见。话音刚落，一道巨大的关卡从天而降，必须战胜这些守关人，才能进入神木核心。先不上我键盘侠，见到万古如长夜，我先来。一群普男信女都是伸长了脖子往前冲，然而铁人仿佛拼夕夕上身，一刀砍出999。这家伙可这玩水果忍者呢，这手速，雷电将军看了都得喊师傅呀！只是骗我。李家和蜀国天骄几乎团灭，紫嫣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。怎么办？神木中的传承术，复国的唯一希望，可是我打不过。这时陈浩双手叉腰站了出来。长庚兄，我觉得我可以1打3，要不要我扛着你过去？不行，为兄打死都不想抱大腿，这关让我自己过。陈老六拒绝了陈浩，却将目光投向了紫嫣。第二宝贝，你想进去吗？当然想，但我一个人无法突破这些守护者。这时陈老六掏出元神符，这道符能让你增强10倍战斗力，轻松过关，但条件是成为我的女仆。紫嫣，你愿意吗？原来你从来没被我契约，你一直都在骗我，但为了复国，我答应了。随着元神锁绑定成功，紫嫣的战斗力提升10倍，水神体进阶为冰神体。我乐个豆，这也太强了吧！长庚兄，弟弟去也。陈浩激发了至尊谷，正要冲向铁人，却被陈老六拽住了。好兄弟，等等！长庚兄是来为我送别的吗？不，我是来和你一起的。可是长庚兄不是说了要自己走吗？好兄弟，当然要一起。说完，恬不知耻的把狗弟护在身前。这个坏淫就是想要收我为女仆，才不愿意抱大腿的。现在成功了，他又愿意了。我陈浩至尊谷可以1打3。话落，一个铁人瞬间变成3个，但只是片刻，全被干趴下。众人顿时化作倒吸凉气工具人。这是什么妖孽？至尊谷恐怖如斯呀！我靠，这王八犊子又装上了。秀儿，你给我坐下，下一关让我来。陈老六大摇大摆来到第2层，随便读，老子但凡哼一声算我输。哼，大言不惭。顿时无数毒液杀向3人。第二宝贝，冰原模式开。只是瞬间，紫嫣化作冰光，将所有毒液无差别挡住，而那些多余的毒液靠近陈长生时，就自动灰飞烟灭了。此时狗地人都看傻了。毒素免疫，这至少是神级体质啊！你都这么强了，还要抱我大腿？叶璇和徐乾也是懵了个逼，这货到底是谁？隐藏的这么深？3人就这样轻松的连过3关，速度直超所有人。与此同时，八哥这边也发生了大事。我要挑战铁人，我一定可以。结果刚冲到铁人面前，就被憨比抱住了大腿。少爷淡定，西瓜没了也别冲动呀！他们滚开！但憨比主打一个抱大腿死都不放，一个铁人瞬间变成2个，难度翻倍。李银巴气的后槽牙都快咬碎了。要不是只剩这一个属下，必须原地埋了他。就在这愣神之际，铁人已经出剑，动作迟缓的八哥瞬间被砍成了重伤。你为什么？而李雄狮已经是换了一副面孔。少爷，你太蠢了，被我捉弄了那么久都没发现。你说你不死，谁死呀？说完，一把拧断李英巴的脖子，吸收了他的空间神体。众人都是惊掉一地下巴。这是传闻中的复制神体，能无限复制他人的力量属性，被誉为修炼界的 bug。陈老六一听就来了兴趣，怨气机，我也想要这种体质。好的，已成功为主人兑换复制神体，消耗3000万怨气值。陈老六顿时咧嘴嘎嘎乐，有这么一个复制神体，以后假扮叶璇表哥就更简单了哈。这时李雄狮来到了陈老六跟前，3位大人，小人李雄狮愿意效忠。作为一个高智商的老六，只要抱住这3人大腿，就可以复制他们的神体。你小子的前主人都死光了吧？现在是盯上我们3了。说着将屁股挪到了陈浩边上。好兄弟，我觉得这人该死。陈浩直接就笑着走向了李雄狮。就算你吸收了空间神体，也扛不住我一招，你信不信？别，小的就做过这一件错事，求3位放我一条生路。李雄狮吓尿了，心想就不该招惹这3货。这时陈老六发话，只要你交出李英巴的尸体，我们就不为难你。李雄狮只能无奈的交出尸体。麻辣，这空间神体我都还没吸收完呢。陈老六迅速将李
因巴收进了重瞳世界，发现这货的空间神体还在，但是不完整。特喵的，老子才刚得到复制神体，却复制不了完整的。突然他想到一个好主意，3.14炷香后，李因巴垂死并中惊坐起。我竟然没死，而且实力比之前强了10倍。李雄狮，你个小可爱，老子要在你身上开100个窟窿！见陈老六救了自己，八哥感动麻了，但很快就不敢动了，因为这货抬手就对他掏心掏肺。10倍增幅的空间神体，这下够用了吧？说着已经开始复制空间神力。测草灰母的，合着你救我就是为了复制我的神体？发现神力不够，给我绑定主仆契约，让神力10倍增幅，人力用完了又杀是吧？一顿吸收后，陈老六发现空间神体还不够完美，于是把断气的八哥又复活了。八哥，你现在还不能死，等我先复制出完整版。然后李因巴再次垂死并中惊坐起，刚坐起来又被卡，他的残魂就这样在黄泉路上反复横跳。八哥内心崩溃了。求求你当个人吧，给个痛快行不行？就这么一会功夫，连孟婆都认识他了。这都38.8字了，小伙子，要不你开个黄泉路月卡吧？孟婆，你要为我做主的。陈长生他不是人，他救我又嘎我。现在的年轻人玩得这么花吗？哎，小伙子又要走了。折腾了7739次后，陈老六终于复制出完整的空间神体。丢特否，保命能力提升10多倍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被天命之子追杀了。爸爸，我能走了吗？李雄狮眼巴巴地看着陈老六，他终于明白，这货才是3人的老大。你可以走了，不过吗？陈老六意味深长地指向了徐乾。看到那边的鲲鹏神体了吗？我觉得你可以去霍霍他。啊呸，去认他为主。甩给李雄狮一本书后，就潇洒地离开。老六的自我修养这书中的伪装技巧简直太溜了，这才是老六界的精英呀！长庚兄，我被楷模眼。于是李雄狮换了一副面容朝徐乾那边走去。我穿成了自己笔下最疯批的反派，开局便徒手剜了天命之子的至尊骨。系统说只要坑人就能变强，于是我套着3层马甲混成了他的结拜大哥，来到100倍重力的关卡，我背着小女仆跳到他背上，冲吧皮卡号，至尊骨牛批，至尊骨威武。陈浩人麻了为什么不是我左右开弓一边扛一个？我背你，你背他可还行？同样是过关，徐乾就没那么好运了，他每一脚都被戳了个透心凉，还好李雄狮爬到他边上，帮忙套了个金属性 buff。徐乾公子没事吧？原来这货是听从陈长生的建议来霍霍徐乾了，多谢道友。一旁的陈老六笑成了菊花脸，这小辈天赋很高呀。与此同时，怨气机也刷了起来。恭喜主因坑害天命之子，使他处于神体被夺的危险中，500万怨气值已到账。嗨呀，500万怨气值，看来李雄狮的毒奶很强吗？3人很快杀到最后一关，而叶璇他们和徐乾、李雄狮也通关了。不错，这一届竟然过了7个。陈老六知道这阴阳关比前面所有关卡加起来都厉害，恐怕得暴露一点实力了。这时守路人开始讲解规则：你们必须派1人出战，同时击败我们2人才能通关。全队只有3次挑战机会，一旦失败，全员死亡。现在谁愿意出手？让我来。徐乾拖着重伤的身体刚站出来，就被陈老六一脚踹飞。什么你？一边凉快去，真是又菜又爱玩。我哪里菜了？我不上谁上？陈浩你上，你要是不行就叶璇上。至于第3次机会，你们都不行就直接回家种菜吧。欧特姆 K， 陈浩直接激发至尊骨跳上了高台。得，天生至尊的确很强，只可惜你越强，复制出来的阴阳形态也会更强。说着，阴阳守路人一个变成陈浩的模样，另一个变成了陈老六的模样。众人仿佛看到老婆饼里有老婆。我勒个骚刚，这家伙竟然能复刻至尊骨和上古重瞳。没错，这关就是你自己跟自己打，还要战胜你的死生宿敌。陈浩一听就不淡定了，此生宿敌，上古重瞳，所以陈长生也进来了。不草，不讲武德呀！陈老六下的一个战术后跳，这个阴人连上古重瞳都给复刻出来了，这还让我怎么隐藏？受死了！阳间守路人直接出手杀向了陈浩，而阴间守路人却一动不动。众人都是一副地铁老人看手机的表情。就这上古重瞳不会是挂机了吧？此时陈浩和复制体打成了平手，可很快这货就突破底线，将复制体按在地上摩擦。一个赝品而已，还想打败我？哗擦，这就要通关了。众人都是直呼至尊骨牛批。不过这个上古重瞳怎么这么垃圾？我看他就是个摆件。可打脸总是来得如此之快。就在陈浩放松警惕时，重瞳复制体突然出现在他背后，一招将人捅破防，然后踹飞108000米。你复制了他的战斗力，为什么一直不出手？阴间守关人嘴角一抽，因为你的宿敌就是这样用的。众人都是握了个大草。老六啊，就连复制体都是个端草阴人。这一招把陈浩打得开始怀疑人生。这就是哥哥的实力吗？就算我至尊骨重生，也不是他对手。恭喜主人打击至尊级天命之子的无敌道心，600万怨气值已到账。这就受打击了。要是你知道长庚就是长生，会不会气死？看来还得靠我出手。叶璇双手插背跳上了高台。来吧，
让我看看我的宿敌是谁。结果阴间守路人又变成了上古重瞳，叶璇震惊麻了，这不对劲呀！我的宿敌也是上古重瞳，那个老六不是废了吗？你这个死阴人，快给老子换一个！陈老六狠狠地飞去一个眼刀，吓得阴人打了个哆嗦。离谱的是，上古重瞳真的换成了至尊骨，这都行。陈老六这才松了口气。哼。算你小子识相，不过怎么感觉这两个好像很怕自己？擂台上叶璇战斗力拔高了250，但依旧被打成了250。对不起，我尽力了。此刻众人陷入了深深的绝望。最强的2人都败了，还有谁能打败这阴阳人？要不让我试试吧，也许我可以靠着气云逆天改命。徐乾刚站出来装逼，又被陈老六一脚踹飞了。一边玩去吧，你个废的一批的短小男！徐乾气得脸都绿了。我再不行也是一身神骨，总比你这个躲在至尊骨背后的懦夫强吧？行吧，老子摊牌了，不装了。陈长生鼻孔朝天的站了出来，我要去闯关。叶璇焦急地拦住了他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，要是败了，大家都得死在这里，再不济也只能让灵儿上了。我支持长庚兄，不服的打我。叶璇想把妹妹推上去，可叶灵儿水泥封脚一动不动。哥，你就让长庚兄上吧，等一下你就明白了。等他的上古重瞳被复制出来，你们几个不要哭呀。我要把名字改成叶长玄，刻不容缓。叶灵儿期待了半天，结果洋人却没复刻出上古重瞳，而是变成了坤坤。我特么，我麻了呀！数呀，老子让你模拟鲲鹏神体，不是让你直接坤化。更离谱的是，阴人复刻出了上古重瞳。我的乖乖，又是上古重瞳，我的宿敌是我自己。紫嫣和叶灵儿都是一副见鬼的表情。完犊子，这阴阳怪算彻底被玩坏了。二弟，是你吗？这一世能有鲲鹏神体的，也只有他那失散的弟弟了。来战！阴阳守路人刚要出手，却见陈老六直接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阴阳两老都被整懵了。这可咋整？我咋知道？那可是上古重瞳呀！万一他等下跳起来问一句我是谁怎么办？两个老家伙回忆起几千年前有个上古重瞳的疯子，一路通关，见着谁都问我是谁，不回答就杀，杀了又复活，杀到整个神木都恐惧上古重瞳。于是阴人颤抖着手激发上古重瞳，直接给陈老六奶了一口，众人都被雷得外焦里嫩。虽然可是可，但是他怎么给敌人回血啊？开什么玩笑，老子躺地上是等你们过来，好偷袭啊！陈老六继续装死，大有一副不给500万不起来的架势。阴阳两人直接给整不会了。现在打还是不打？哥，要不您先起来，咱有话好好说。不行，不让我过关，打死都不起来。哎，好说好说。于是阴阳守关人收起模拟，退到了一边。哥，您请。陈老六一听就跳了起来。嘿，两位上道哈，有空来我麾下做事。好嘞，哥。哦，对了，我这个人孤独惯了，不喜欢跟别人共享神木，所以这一关的规则是不是应该改一下？改，必须改。阴阳守关人直接拦住了叶璇他们。现在规则改了，你们必须挨个打败我们才能通关。陈浩无语凝噎。长庚兄，我是你的好兄弟啊，我可以过去的吧？阴人一脸哭丧的看向陈老六。哥，您看这个能放行吗？规则怎么能朝令夕改？就算我的手足兄弟也不能走后门。浩兄，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，对不住了。我是他的女仆，我可以进去吧？阴人刚想拦住，却被陈老六打断了。这个可以，我家燕儿宝贝。我就知道你不会抛下我。紫嫣喜极而泣扑进了陈老六怀里，众人都被气出土拨鼠尖叫。这就是你的有原则，还要不要脸呀？叶灵儿这次是真的生气了。陈长生，畜长生，如果你敢丢下我，我这辈子都不原谅你。听到他就是陈长生，众人原地裂开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穿成了自己笔下最疯批的反派，开局便徒手弯了天命之子的至尊骨。系统说只要坑人就能变强，于是我套着3层马甲混成了他的结拜大哥。当真相揭露的一刻，陈浩彻底破防了。不，长庚为什么会是长生？我唯一信任的好兄弟，怎么会是挖我至尊骨的贱人？就在他气得咣咣捶地时，陈老六已经变回原本的帅屁。哎，小耗子，你要学会接受现实，因为你未来会越来越气，未来的你会羡慕今天的你至少还没有气死。叶璇终于恍然大悟，难怪灵儿对你言听计从，原来你就是那坑货。正庆幸自家妹妹不是喜欢名字带长的，结果陈老六招了招手。灵儿姐姐快过来，至于你们几个大老爷们，还想沾我光丢不丢人？臭弟弟，你果然是堂姐姐的。这边陈老六左右为难，那边叶璇和陈浩的怨气值已经刷成了龙卷风。淫贼，快放开我妹妹！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感谢榜1大哥的100万，感谢榜2大哥的100万，感谢榜3弟弟的2800。我侧草会母呀！许谦，你这短小的软鸟男，刷的怨气值还不够塞牙缝。咦，最近发财了，居然买新车了？哪有？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买的特斯拉 Model 3，才花了9万多。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、宝马、特斯拉，比线下店选择多了。这么方便，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也能高价拍卖。总之买卖二手车，瓜子更靠谱。我特么说了多少次，那不是鸟，是鲲，是鲲啊！徐乾也是破防了，3个天命之子同时杀了过来，只是3人联手也打不过阴阳守路人。别打死了，往死里打就行了。好嘞，哥，你的妹子归我了，你的机缘也归我了。吩咐完后就嚣张地钻进了地内，只留下几个天命无能咆哮。对了，还有一个对他顶礼膜拜的李雄师。老六啊，这才是真老六啊！祖师爷等等我。
三人走进始皇墓后，发现里面只有一张空荡荡的龙椅，边上放着一块玉玺和宝剑。长生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好想下跪。我也是。这就是传闻中的秦大帝吗？终究跟自己前世知道的不一样。陈老六打开重瞳，就看见一道帝王在朝他招手。过来！犹豫片刻后，便走过去抓住了人皇剑。轰隆隆，一股恐怖的地威爆发而出，将他压得喘不过气来。紧接着就听到跪下，跪下，跪下！仿佛复读机在脑子里无限循环。神墓中的生灵都已经被压成了千年老王八，大喊着吾皇万岁。而风暴中心的陈老六则是重瞳至尊骨空间神体全开，想要老子跪，想屁吃呢！这时两件宝物疯狂挣扎起来，陈老六双手骨裂飙血，却死钳住不让他们飞走。想跑，我陈长生看上的东西，谁敢拿走？眼看两件宝物就要飞向叶璇二人，他抡起自己的6道轮回盘就砸，给老子留下，不认主就同归于尽！两件至宝都被砸得脑袋瓜子嗡嗡的。求求妈的，你别砸了，我们选你。话落终于认怂融入了体内，陈老六这才瘫坐在王座上咳血冷笑。早这样不就完事了吗？恭喜主人掠夺天命之子的机缘，2000万怨气值已到账。外面的阴阳守路人都看傻了，这疯子太猛了，人皇见人皇喜，他是真砸，还砸自己的道基上。咋整？至尊骨和天生道体都已经突破天命境，咱们恐怕拦不住了。陈长生，最后再多说一句，买卖二手车，瓜子更靠谱。